在撒泡尿都能冻成冰的北大荒，我却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冰窟窿里，只为给饿得面黄肌瘦的弟弟妹妹抓鱼吃。只因上一世，父亲为了赚工分，不小心摔断了腿，成了瘸子。从此以后，整日借酒消愁，成了远近闻名的大酒蒙子。而母亲为了赚钱，丢下4个孩子去南方打工，从此了无音讯。身为长子的我，本该承担家庭的重担，却选择了逃避，导致2弟从小缺乏管教，跟着狐朋狗友鬼混，最终伏法。3妹被人贩子拐走，沦落风尘。4弟因为发高烧没有及时救治，成了傻子。最后，我虽然考上大学，也娶了心爱的姑娘，可家人的遭遇成了我一生中最愧疚的事。当我在睁眼，竟然回到了父亲摔断腿，我冒着刺骨寒风下河摸鱼那天。大哥，你没事吧？身后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孙少安一扭头，就看见鲜活的老二正一脸关切地看着自己。没事，少平，你看这是什么？好家伙，哥，这怕有2、3斤吧？3斤打底，有了这条鱼，咱们今晚能美美的吃一顿了。大哥，你快上来，喝口酒暖暖身子。不急，你先把这条鱼绑起来，这底下还有一窝鱼，等我再摸几条上来。说完，孙少安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不到1分钟就举着2条鱼冒出水面。哇，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逮了2条，我也要下来帮你。你别脱衣服，在岸上把鱼看住就行，水太冷，你还在长身体，受不住寒。看了眼瘦了吧唧的2弟，孙少安鼻尖一酸，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上一世你伏法之前想见我最后一面，我都没去，就连遗体都没有去收，我真不是人。还好老天爷给了我机会来弥补。大哥，你咋哭了？风大，眯眼睛了。你等着，哥再给你捞2条。说完，孙少安又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就这样往返了2、3次后，岸上已经摆着8条鱼，小的将近2斤，大的4、5斤。少平，咱们回去吧，鱼窝惊动了，再下去也抓不到鱼了。大哥，喝口酒暖暖身子。烈酒入口，由喉到胃，一股灼烧的感觉让发抖的身躯多了几分暖意。随后，2兄弟背着鱼回到了家。
她苦了一辈子的女人。少安，你怎么来了？给你家送条鱼吃，我刚刚下河摸的。少安，你疯了！这大冷天的下河摸什么鱼？我不要，你拿回去给你爸补。润叶，今年我就不打算读书了，我想赚点钱把我爸的腿给治好。鱼给你妈，到时候熬点汤，一家人都能尝个鲜。所以你送鱼是什么意思？我想要你等我，我会挣钱，挣很多钱，然后娶你做我的老婆。不等田润叶反应，孙少安把心里话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你怎么这么不害臊？谁要嫁你？哼！回到家，孙少安将鲤鱼收拾好，便炖起汤。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大伯母的声音：“秀莲，我听说少安抓了鱼，这都饭点了，咋还没给我家送过去？”在这个肉星子比金豆子还稀罕的年代，男人刚炖了一锅鱼汤，大伯母就顺着味儿窜进来，将鱼汤连锅端走。秀莲，不是我说你，咱们两家才几步路，送个鱼你都懒得跑，还得我亲自来拿。听到动静的孙少安从屋里快步走出。大伯母，鱼早就被村里人换走了，你要想吃，下回早点来换就是了。换什么换？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平日里你大伯对你不错吧？你就不想着孝顺一下你大伯吗？您跟大伯不是有大哥跟二哥孝顺吗？还不够的话，就再生2个呗。这话对得吴国娟像吃了苍蝇一般难受，气冲冲地回了自己家。孙少安回到屋里，听见父亲孙玉婷在炕上发话：“少安，你大伯母心眼不坏，不就是想吃鱼吗？你给他们分一半送去。”爸，给大伯家分一半，那二伯那边怎么说？说句不好听的，从我记事开始，大伯二伯家就在占咱们家便宜。臭小子，倒反天罡，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你想气死老子吗？话音刚落，孙玉婷抄起搪瓷缸就朝孙少安砸来。这一下砸得不疼，可孙少安心里憋屈的厉害。爸，哪怕您今天打死我，我也要说，这些年您当大冤种没当够，为啥非要绑着一家老小跟着当冤种？什么冤种不冤种的？他们是我的亲哥哥，是你们的亲伯伯，我们都是一家人。你把他们当家人，他们把您当家人了吗？您摔伤这些天，他们两家给你送过哪怕一只鸡蛋吗？你要再这样下去，我看咱这个家早晚得散。你。就在这时，大伯孙玉厚怒气冲冲闯进来，身后跟着孙少文、孙少武2个堂哥。老三，你们这就没意思了，一条鱼而已，当我们吃不起吗？要是这样子的话，咱们还不如分家算了。分家好啊，大哥这个主意不错。接话的是二伯孙玉林，身后跟着二伯母谢小琴。孙少安没等父亲开口，抢先应了下来。行吧，既然大伯二伯提出来了，正好3家人都在场，那就分家吧。长辈说话，哪有你这小辈插嘴的份？爸，您伤了腿得静养，日后家里我来挑大梁。大伯二伯，你们想怎么个分法？呵，我跟你二伯商量了，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我们一家给你们300块钱，你们出去重新盖一个，你看怎么样？孙玉婷听到这些话，心里发凉，自己刚摔伤没几天，2个哥哥就急着分家。大哥，你这是非要撵我们走啊？老话说得好，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咱们老孙家这么多人挤在一个院里，怎么住得下？按大伯说的办也行，但是这300块肯定不够，你们每家得多加50，而且现在天寒地冻，没法搬家，等开春吧，到时候我们房子盖好了就搬。孙玉厚听到这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350就350，钱的话等过完年就给你家送过来。搬家的时候我让圣武来帮忙，不过你们要是到了4月1号还赖着不走，到时候也不要怪我们2个当伯伯的不讲情面。少安，你太冲动了，你怎么就不用脑子想想？这分明就是你大伯和二伯串通好了，要把我们家赶出去。爸，你能看清这点就行。从今天起，您好好养伤，过完年我带你去看腿。家里这光景，我这腿就别治了，瘸就瘸吧，把钱省下来，好给你娶媳妇。爸，你别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好好治腿，娶媳妇的钱我自己来挣。妈，咱们家还有多少钱？罗秀莲试探地看了眼炕上的孙玉婷，见她点头，这才开口。加上前几天大队给的30块补偿，现在总共152块3，票的话也没多少。大队的工分再过2天也能换点粮食。妈，你不用说的这么细，我知道个大概就行了。过完年，我想办法挣钱，先把爸的腿给治好。大伯二伯家给的钱，咱们就留着盖房子。盖房子，咱们家拿什么盖？批地、买瓦、买木方，哪一个不得花钱？就这700块，连1半都不够。爸，你放宽心，人家儿子能挣钱，你儿子也不是草包，等着吧。3个月内，我不光要看好您的腿，还要给咱家盖幢大瓦房。行了，鱼汤也炖好了，咱们先吃饭。一大盆鱼汤端上桌，很快就被吃了个底朝天。这顿饭一家人吃得格外开心。吃完饭准备挑大梁的孙少安从厨房里面摸出来一把砍柴刀，别在裤腰带上。少平，去把手电拿上，跟大哥出去一趟。大晚上的，
带着柴刀去砍柴呀？不是，爸，我打算去摸一窝狗獾。孙少安领着孙少平，顶着刺骨的寒风上了山。少平，跟大哥出来怕不怕？大哥，我不怕，真要是能抓一只獾子，今年咱家就不用挨饿了。上一世捡柴时发现了那个狗獾子洞，当时胆子小没敢抓，结果让别人掏去卖了100多，重生回来，这笔钱必须先挣下来。兄弟俩摸到山坳，孙少安拨开积雪下的枯草，露出黑乎乎的洞口。少平，我们要发财了。说完，孙少安找了一些枯草塞到洞口，然后点火生烟，浓烟咕嘟咕嘟往洞里灌。少平，等会狗獾露头出来，你直接用竹筐给罩上，其他的交给我。孙少平听话的拿着筐子蹲在了洞口一边。没过一会，就有2只狗獾被呛得从洞里跑出来，他连忙用筐罩住一只，另一只则被孙少安用麻袋套个正着。少平，你再找点枯草继续熏，我把狗獾装袋子里，活的能多卖几10块钱呢。孙少平听话的又添了些枯草，熏了一会，洞口就又出来了6只被熏得晕乎乎的小狗獾。大哥，这些小的咋办？放背篓里带回去，看看能不能养活。但凡事能养大一只，最起码能挣得大几10块钱。等兄弟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简单收拾了一下，便躺进了被窝。第二天一早，孙少安一起床就去看狗獾，2只大的没事，小的死了2只。随后，孙少安将2只大狗獾装在推车上，带着2个弟弟往镇上赶去。3人刚到供销社门口，就被个中年男人给叫住了。小伙子，你这狗獾卖吗？孙少安看清来人穿着一身工装，胸口还印着醒目的赵山2个字，像是赵山煤矿的，看样子应该还是个管理层。大叔，这狗獾是我砍柴的时候捉的，我爸摔断了腿，没有办法，只能送来供销社来换点钱。您想要也行，就是这个价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算。现在供销社这獾子油收购价是6块钱一斤，我给你算5块钱一斤的毛称，你看怎么样？大叔，这个价格我不能卖给你。您给的太高了，我若真卖给你，岂不成投机倒把了？黄新明原以为对面想漫天要价，一听这话，脸色才好看起来。嗨，这算什么投机倒把？5块就5块，咱赵山矿业不差这点钱。在这个50块钱就能娶个媳妇的年代，男人只用一窝狗獾就赚了300块的巨款，看似走了大运，却不知自己早已被有心人盯上了。小伙子，下次你要是再有什么野味，可以来赵山煤矿找我，我姓黄，专门管后勤的。黄叔，不知道你们收不收野生鱼？什么？这大冷天的，你还能弄到野生鱼？呢，黄叔，我哥水性好，整个双水生产大队就他敢在冬季下水摸鱼。黄新明身为赵山煤矿后勤处主任，权力不小，但工作并不轻松，职工的伙食保障是他的重要任务。小孙，我们赵山煤矿对鱼的需求量可不小，如果你能弄来野生鱼，只要不比市场价高，有多少我要多少。没想到来趟乡里还能找到这样的销售渠道。行，黄叔，那我明天中午来给你送鱼。有了钱后，孙少安领着2个弟弟来到了供销社。孙少伟看到琳琅满目的食品，直咽口水。哥，我想吃奶糖。吃，今天哥让你们实现奶糖自由。孙少安买了2斤奶糖，先给2个弟弟每人1颗，又买了一些鱼线、鱼钩跟抛网，随后离开了供销社。大哥，我饿了。都到中午了，大哥给你们买几块红薯饼和糖油粑粑。大哥，这红薯饼怎么这么好吃？咱们边走边吃，还得去一趟肉联站，范叔还给咱们留着肉呢。几人推着20斤肉、几个猪蹄和下水，心满意足的往家赶。没想到走到半路，竟遇到了几个熟面孔。哟，这不是老同学孙少安吗？听说你爹摔断了腿，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该不会是偷的吧？来人叫胡晓峰，跟孙少安是高中同学兼情敌，上一世妹妹被拐，老二被带上歪路，跟他脱不了关系。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我的钱是凭自己本事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看你不顺眼，就你这穷三样还想追田润叶，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今天不仅要你的钱，还要让你长长记性。田润叶不是你能惦记的。胡晓峰一招手，身后的4人便向着孙少安冲来。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东西给他们，我们跑吧。哥不能跑，你带着少伟先躲一边，不准来帮忙。面对5人的围攻，孙少安深知双拳难敌4手，他咬紧牙关护好头部，任由拳头落在自己背上。让开，让我来！就在4人退开的空档，孙少安像一头蛮牛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一脚撂倒了胡晓峰，用膝盖死死顶住他的后腰，一手反拧住他的胳膊。胡晓峰顿时发出一声嚎叫，另外4人投鼠忌器，一时都不敢上前。是你先动手的，现在我这是自卫。紧接着，孙少安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胡晓峰身上。孙少安，老子认输行不？快停下，老子不行了。胡晓峰，你人多又怎样？老子照样捶你。孙少安，不，少安哥，我错了，不如咱们握手言和，毕竟都是同学。现在知道是同学了，那我这打就白挨了。正好你爹在大队不当会计，咱们找他评评理去。大哥，那我们怎么办？你俩看好东西，我一会就回来。孙少安抓着胡晓峰来到了石歌节大队，此时大队部正在
才能开饭。晚饭很丰盛，一盘白菜炒五花肉，一盆骨头炖萝卜汤，还有一碗糖油粑粑。哇，要是天天都能吃这么多好吃的，就算让我住4间大瓦房，我也愿意。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贪心，是既要又要啊！放心，以后大哥一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那大哥要说话算话，咱们拉钩。行，咱们拉钩。对了，爸妈，我答应了明天给赵山煤矿送些鱼过去，明天一早就去下网，你们就不用等我吃饭了。旁人钓鱼用的都是正儿八经的饵料，而男人用的却是家里吃剩的半条鱼。老铁没毛病，还是自家兄弟，吃个放心。随即，男人在冰面上接连凿了4、5个冰窟窿，将鱼肉扔到水里后，便带着孙少平回了家。只是刚进家门，就看见二伯蹲在自家门口。少安、少平，你们两兄弟一早干什么去了？二伯，你怎么在我家？孙少安疑惑地往屋里一瞧，这哪里只有二伯、大伯一家，二伯一家都挤在厨房里。哟，少安回来了，快来吃臊子面。要不说你爹这人能处，请一大家人吃臊子面。还别说，这带肉的臊子面味道就是不一样。这准是父亲为了面子，又想维护家族团结干的糊涂事。孙少安简直恨铁不成钢，我他妈真想锤死你！大家都吃完了吧？吃完了，吃完了。你三叔家都快挤不下了，都回家去。很快，除了自家人，其他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孙少安脸色阴沉地来到孙玉婷面前：“爸，这肉是我买回来的，请他们来家里吃饭，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商量？”孙玉婷看着脸色有些难看的儿子，也有些心虚。少安，爸这么做可不是为了面子，主要还是想和你大伯、二伯家缓和一下关系。他们一早就把钱送过来了，我怕他们让咱们一家提前搬家，所以让你娘多煮了点面。妈，你也还没吃吧？那一早上，咱娘仨赶紧吃点。大哥，我们都没吃呢。大伯、二伯他们两家人简直跟难民一样，就差没抢了。大妹、少伟，锅里剩的你们先分着吃，大哥再做点就行了。吃过饭，孙少安没有休息，将供销社买的手抛网装进箩筐。少平，走，跟大哥撒网去。少安，这大冷天的可千万别下水。放心，妈，我买了网，不用下水了。我和少平会回来的晚一些，不用等我们吃饭了。孙少安推着独轮车，带着孙少平便出了门。河里捕鱼是一件费体力费时间的事，而且开春鱼价就会掉下来。现在必须趁着别人没发觉前，先把销路打开，等明年有了本钱，自己当贩子收鱼照样挣钱。走在通往清江河的路上，孙少安遇到了生产队的同学陈庆峰。少安，听盛文叔说，前天你下河摸了不少鱼，啥时候再去摸鱼？带我一起去吧。陈庆峰穿着一件破棉衣，个子很高很壮。怎么，庆峰，你想吃鱼了？不是，是我娘染了风寒，我想跟你下河去摸鱼换点钱。孙少安心里咯噔一下，他记起上一世陈庆峰的母亲好像就是在今年过年前没的。这么说，十有八九是跟这场风寒有关。庆峰，这病可不能拖，拖得越久越严重，赶紧领着官婶去公社医院看看啊！我也想去，可是没钱啊，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听说生产队要过10天才会分粮食。没钱了你跟我说啊，你娘的病可不能拖，这里有5块钱，你先拿着去给婶子看病，我办完事，到时候到公社医院找你们。少安，谢谢你，我知道你爸也需要用钱，你放心，这些钱我会尽快想办法还给你。陈庆峰接过钱，连忙去借板车送母亲去医院，而孙少安两兄弟则来到了河边。大哥，这窝子里真的会有鱼吗？此时距离打窝已经过去几个小时，前世身为资深钓鱼佬的孙少安对自己的饵料十分有信心。你就瞧好吧，大哥给你露一手。孙少安从箩筐里拿出手抛网，一个熟练的姿势，手抛网以一个接近圆形的形状抛了出去，落到了打窝的冰窟窿里。很快冰窟窿里便有了动静。哇，大哥，真有鱼！这网里面最少都有7、8条大的。嘘，声音小点，小心鱼受惊把网冲烂了。孙少安将网收了上来，第一网就收获了20-30斤鱼。随后他不停地更换位置下网，很快小推车上带的2个箩筐就被装满了，多出来的鱼就用草绳穿着挂在车上。孙少安估计着这一车鱼得有200来斤。少平，把渔网找个地方藏起来，一会去镇上送完鱼，晚上再跟大哥来打窝。兄弟2个推着一车鱼来到赵山煤矿的办公楼，孙少安拎着一条桂花鱼找到黄新明。黄叔，我给你送鱼来了。哎呦，还是条桂花鱼，打了不少鱼，就这条桂花鱼最大，我特意分出来送给你。小伙子挺会做人，看来你今天弄的鱼还不少啊。那好，这条鱼黄叔收下了，走，带我去看看你今天的收获。当黄新明来到楼下，看到满满一车的鱼都惊呆了。小孙啊，要不是看到鱼的种类那么多，我都怀疑这是不是养殖的啦。黄叔，您放心，这些绝对是野生鱼，我可以保证。行，黄叔信你，我去趟食堂喊他们出来过称。价格的话，你放心，草鱼、鲤鱼这些就按5毛5一斤，桂花鱼的话给你按1块2一斤，翘嘴、鲶鱼、黄辣丁这些给你按6毛1斤，你看怎么样？黄叔，你办事我放心，你说多少就多少。
很快黄新明就带着食堂的人将鱼给称重，最终一车鱼卖了147块5。卖完鱼后，孙少安带着孙少平又来到公社，买了一盒葡萄糖粉和2瓶黄桃罐头。大哥，咱们买这些干啥？难道你还真打算去公社医院看关婶子？当然，我跟庆丰是朋友，咱爸腿断了后，他也来看过的。可是他没给咱们家送一点东西啊。庆丰的爹走得早，家里穷得叮当响，你觉得他家能送个什么东西给咱家？再说了，大哥也不只是为了给他娘送东西，我是想招他过来给我干活。干活？我们2兄弟不就能干吗？我锤死你啊！你是不想上学了？难道你还想去生产队混工分？哥，我真的还能读书吗？能读，不但你能读，大妹和老四都得去读。钱的话你们放心，大哥来解决。说话间，2兄弟便来到了公社医院。婶子，好些了吗？不要紧吧？我这就是染了风寒，医生说拖得久了点，估计得住2天才行。少安，过来，你还买啥东西？这得花多少钱？你爸那腿还伤着，你还给我们家借钱，又送这些，你这人情我们家日后该怎么还？婶子，这有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跟庆丰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来看你都是应该的。另外，我这里还有10块钱，庆丰你拿着，你陪你娘安心在医院养病。少安，你哪里来这么多钱？你可别去搞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放心，我凭本事挣钱，这钱干净得很。你先把婶子照顾好，回头你要想挣钱，我可以带你一起。对了，晚上我回去把你小妹接到我家住，你就不用担心家里了。等2兄弟回到家，已经5点多了。孙少安将在公社买的东西拎进了家。老大回来了，怎么换这么多米？咱们家人多，多换点米，大家都能吃得上干的。爸，给您在供销社买了一包德山烟，您抽抽。你个臭小子，我他妈真想锤死你！这烟这么贵，都快顶斤半肉了，该多换点肉才对，一点不会过日子。你就抽吧，你儿子能挣钱。对了妈，我看你手都冻裂了，这是给你买的雪花膏。哇，大哥，你今天又发财了吗？这雪花膏那天我在柜台上看到卖3块多一盒呢。妈，您哭啥？以后家里有我，该买的东西咱们就买。这里是我这2天赚的钱，一共300块，先放你这，过2天我带爸去把腿治好。少安，这些钱真是你打鱼挣的？当然了，你要是不信，等你伤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大哥，那明天咱们还去捕鱼吗？明天不捕了，赵山煤矿那边送鱼，可不能送得太勤，天天吃再给吃够了。我打算明天去找大队长，把咱们建房子的事情给落实下来。孙少安把陈庆丰的妹妹陈小丽接了过来，小丫头1天没吃饭，此时都已经饿得打摆子了。晚上做了2个硬菜，1大盆大骨头炖酸菜，1大盘爆炒肥肠，把陈小丽都香迷糊了。第2天一早，孙少安便去了大队部找大队长批手续，却遭到会计百般阻拦。烦死了！孙少安，你爹的补偿款已经给你们家了，你还来做什么？谁说我是来要钱的？我是来找大队长的，你急什么？你铁军，你少说2句。少安，你找我什么事？陈队长，我们孙家拆户1分为3，我家分了出来，想来找您帮忙批块地基。拆户？你说拆就拆呀？大队部不同意，你们孙家就拆不了。于铁军早年与孙少安的父亲有些矛盾，所以他一点面子也不给。你说不能拆就不拆，你是大队长啊？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毛长没长齐关你屁事？你一个大队的出纳，竟然还干起了大队长的事。孙少安2世为人，自然明白在农村很多人都是欺软怕硬，你越退缩他越拿捏你。少安呐，听陈叔一句劝，你是晚辈，就少说2句。你们孙家拆户的事，我可以批，但是这个地基，大队部现在上哪给你找？陈叔，我爸给大队修粮仓摔断了腿，我家里也没人来大队闹过。现在我们分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要不这样，明天我家从老屋里搬到大队部来住，行不？反正大队部房子也大，够我们家住了。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大队部就这4、5间房子是用来办公的，你们一家人搬过来像什么话？我他妈真想锤死你！不想我们搬过来，那你们把地基批好了不就行了吗？更何况双水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是陈叔，不是你，你一个出纳员插什么嘴？少安呐，地基的事情我可以给你批，但是你家里盖房子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吗？这丑话可说在前面，这是队里最后一次帮你们家，往后可不能又要来找大队帮忙盖房子。陈叔，你不说这个还好，你一说这个我就来气。我爸因为公家的事情摔断了1条腿，结果就赔30块钱，连医药费都不够。你说这事情说得过去吗？不行，明天我就去公社问问，为了公家是摔断了腿，看看是不是只有30块钱的补偿。少安，别着急啊，这2年生产大队没什么效益，能拿出来的钱确实也不多。这个地基陈叔给你批了行不？另外你家盖房子，生产大队帮忙出工，至于那些材料什么的，就得你自己来想办法了。既然陈叔你都开口了，那我肯定不能说啥，钱我们自己出，但是买材料的票大队得给我家想办法。孙少安，你小子别太过分，没票买材料就盖不了房，看来你很欢迎我明天搬过来。
请地基我来给你加批，盖房子大队出工，票我来给你想办法。你爹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你看行不？行，陈叔都开口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解决完地基的事情，孙少安便往家走。明天是腊八节，鱼带到公社肯定不愁卖，趁着这2天再挣一笔钱，好带父亲去治腿。傍晚，孙少安在冰面选好位置，就在冰面上凿出几个冰窟窿，随后将饵料扔进了几个冰窟窿里打窝，然后便回家睡觉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带着孙少平推着车出门撒网，没一会箩筐里就装满了鱼。大哥，今天这鱼我们还送赵山煤矿吗？不了，今天腊八节，咱们去供销社外面卖。两人来到公社，找了一处平地，将2筐鱼摆在了地上。很快，摊位前就围满了要买鱼的人。小伙子，你这鱼来的是真及时，家里就等着鱼进祖宗呢。你这鱼怎么卖的？草鱼6毛，鲤鱼8毛，鲫鱼、杂鱼这些买1条大鱼的话，可以送2斤小鱼。原本围观的人在听到价格后都觉得有点贵，毕竟1斤猪肉也才8毛1斤。但是听闻买大鱼送小鱼之后，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了。结果不到半小时就卖了一大半。闪开，都闪开！就在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小子，看着眼生啊！那个大队的敢在这里卖鱼，这地我们早就占了，你得给我们交1块钱摊位费。我只是找个地方卖鱼，没碍着你们吧？没碍着，这一片的买卖我们说了算，你交了保护费才可以卖。我要是不交呢？不交那就别卖了。怎么，你还想动手打人不成？孙少安用冯所长的身份吓退了地头蛇，可是假身份在下一刻就会被揭穿。你知道这一片派出所所长是谁不？前2天孙少安来派出所报案，正好见过一次派出所所长。你认识冯所长？你要不信，我带你去问问，你看看我跟冯所长是什么关系。孙少安狐假虎威，他在赌眼前的2溜子不敢跟他去派出所对峙。哎呀，你看大水冲了龙王庙不是？老弟，你认识冯所长？你早说呀！我叫刘太和，以后在这边摆摊，你报我名字就行，没人敢找你麻烦。那就多谢了，我叫孙少安，双水村的。待刘太和几人走后，孙少平才敢问孙少安：大哥，真的认识那个什么冯所长吗？认识个屁，前天在派出所的时候见过而已。走吧，鱼不卖了，咱们去派出所。我那是狐假虎威，镇住了那群2溜子，要是穿帮了，以后肯定会有大麻烦。咱们必须把这个关系给做实了。孙少安推着剩下的鱼，带着孙少平来到派出所。小伙子，你们来干啥的？你好，大哥，我找冯叔。找冯所长是吧？他这会正在办公室呢。年轻民警以为2人是冯所长的亲戚，也没多想，便给孙少安指了方向。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儿吗？您好，我叫孙少安。前2天我被人拦路抢劫，正是您秉公处理，我敬佩您是个正直的人，所以从家里带了点鱼过来感谢。小同志，鱼你拿回去，这个不符合规定。冯所长，这鱼不值什么钱，主要就是感谢你秉公办案，维护正义。今天腊八，正好可以带回去祭拜祖先，而且我这可是清江河抓上来的野生鲤鱼，您在别处可买不到。你这小同志嘴巴倒是会说，这鱼嘛，我不白拿你的，我给你买几条。冯辉跟着孙少安来到门口，从鱼筐里挑了1条鲤鱼。小孙，你看我这鱼多少钱？所里人见冯辉出来买鱼，见状一帮围了过来看热闹。冯叔，这鱼您就别给钱了，我作为晚辈，就当是腊八节孝敬长辈。小孙，大冬天的，你捉鱼也不容易，该算钱就算钱。这样吧，冯叔，不管是草鱼还是鲤鱼，给大伙通通算2毛1斤就行，杂鱼就送给咱们食堂当伙食了。2毛1斤，你这是打算白给啊？你小子会办事，不过这价格太便宜了，不能让你小子吃太多亏，给你算3毛1斤吧，行不？因为是野生鱼，价格也不贵，很快便被抢购一空。2筐鱼不光卖了80多，结识了冯辉，简直是双赢。冯叔，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谢什么，反正都要买的，你的鱼又便宜，大家得了实惠，那不是挺好吗？告别了冯辉后，孙少安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河边。盖房的地基批了，陈大明那里肯定还是要表示一下，送2条大点的鱼，该走通的关系还是得走通。很快，兄弟俩下网捞上来几条鱼，装进筐里就推着车回家了。刚到家，罗秀莲看着筐里的鱼，还以为没卖掉，怎么剩这么多鱼？今天是腊八节，不应该不好卖啊。妈，这鱼不是拿来卖的，是留着送礼的。咱们家建房子，我打算拿去感谢陈大明给批了地基。少安，还是你想的周到，咱是得好好感谢人家。吃过晚饭，孙少安便拎着2条大鱼，拿了2包烟来到了陈大明的家。少安啊，来就来呗，还带啥东西？地基的事你放心，陈叔肯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陈叔，盖房的时候有些事还得请你帮忙，你也知道于铁军跟我爸不对付，我怕到时候他再找事。他敢？你放心，昨天陈叔就教育他了，他要是找事，你跟我说，老子削死他。第2天，孙少安正准备带孙玉婷治腿，陈庆峰匆匆地赶来了。少安，我听说你要带孙叔去治腿，我来看看用得上我不？婶子接回来了吗？身体可好些了？
好多了，我让小丽在家照顾呢。那行，正好跟我一起推车去县里。少平，大哥今天跟你清风哥带爸去看腿，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待会你给关婶子割2斤肉，装20斤米，一起送过去。少安，你别这样，你已经帮我帮的够多了，你送这么多东西，我陈庆峰这一辈子都还不完你的情。你这趟跟我出去最少2、3天，你来帮我，那我就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行。孙叔，你抓紧我抱你上车。陈庆峰像抱小鸡仔一样将孙玉婷抱上了板车，一行3人向着县城走去。孙少安带着父亲去县城治腿，一群匪徒却要劫走他的救命钱。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孙少安目光扫过对方的人数和爹苍白的脸，血往头上涌，又强压下去。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想找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而且他们人多势众，爹的腿也经不起任何闪失，不能硬拼。这口气我先咽了，等我回去后再找人端了他们。大哥，我们是去看病的，身上有几块钱，但那是救命钱。救命钱？你想从这里过去，那就得给钱，给个30、50不过分吧？30、50块，大哥，我全身上下也没这么多钱呢，10块，你看行不行？10块钱，打发要饭的呢，有多少都给老子掏出来，要不然小心给你们囊几个窟窿。少安，钱给他们吧，命比钱重要，爹这腿大不了不看了。这位老同志就很知趣嘛，快点把钱交出来吧。正当孙少安准备掏钱时，却被陈庆峰按住了。少安，这钱是孙叔的救命钱，不能给他们。哎呦，谁没拴裤腰带把你给露出来了？你管得挺宽啊！我跟你们说，今天不把钱交出来，谁都别想走。庆峰，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啥都没了。这是救命钱，不能给。说话间，陈庆峰从腰上抽出一条鞭子。算你们的运气好，这根9节鞭曾经跟着我爷爷在金门打过洋鬼子，今天看来又能见红了。好小子，看你这样子也是个练过的，大家伙一起上！他娘的，今天把他埋在这山道上。9节鞭在陈庆峰手里舞得虎虎生风，让人不敢靠近。不到5分钟，6个劫匪就浑身是伤的躺在地上哀嚎。坑爹呀！这钱你们还要不要？不要了，不要了，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放我们一马。哼，要不是着急送孙叔去治病，非把你们送派出所不可，今天就放你们一条生路，以后别再干这抢劫的勾当了，否则下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拜拜。庆峰，知道你厉害，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要不是你，我今天可就栽了。功夫再好有什么用？不像你脑子这么好使，能挣这么多钱。我爹死后，我都没能让我娘和我妹子吃过几顿饱饭。那是你没找对路子，你以后就跟着我，我带你一起挣钱。真的，只要是干净钱，我都愿意跟着你干。不耽误时间了，孙叔你躺好，咱们赶路要紧。3人一直到傍晚才赶到县城医院。经过检查，孙玉婷的骨折并不是很严重，只是拖得有点久了，需要重新正骨。大夫，这得花多少钱呢？花不了太多，主要是一些内服的活血化瘀药，加上祖传的药膏，大概100来块钱。听到这话，孙玉婷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如果花钱多，她宁愿瘸着腿。医生，钱的事您不用担心，请您现在帮我爸正骨吧。孙少安交了钱，拿着单子找到大夫帮孙玉婷正骨，只听咔嚓几声，原本有些扭曲的骨头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医生熟练的上完药后，又用木板和绷带将伤处固定好。小伙子，你爹骨裂加上骨头错位，好好养个把月就能好。这段时间千万别让他干重活。等一切安排妥当后，几人便向家里赶去。而此时，孙少安家里已经吵翻了天。胡德禄带着几个人来找孙少安报仇。我儿子被他害得都进劳改了，今天必须把孙少安交出来，不然这事没完。我哥不在家，他带我爸去看病了。而且你儿子那是我亲眼所见，是他先动手打人的。别在这唧唧歪歪，我管你对的错的，赶紧把人交出来。一旁的孙兰香见状，偷偷溜了出去。你说你一个大队干部，为什么非得要跑到我们生产大队来欺负人？还有没有天理了？而同一个院子里的孙玉厚跟孙玉玲见有人来闹事，却没有一个站出来帮助这几个妇孺，只是躲在门后偷看。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孙兰香领着陈大明跟一些村民赶过来。胡德禄，你们石阁节公社的跑我们双水大队干胜来了，耍威风回你们石阁节去，想在双水欺负人，我要你们今天走不出村口。陈大民，你有种就把我留在双水大队，老子就这么一个儿子，给他们干！双水大队的男员们，给老子站出来！孙玉婷为咱们大队摔断了腿，石阁节的还想来欺负人家，给我削他们！捕鱼大业蒸蒸日上，孙少安决定增加人手。等孙少安几人回到家，天都黑了。你们饿了吧？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趁着母亲做饭的功夫，孙少平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孙少安讲了一遍。这个胡德禄竟敢跑我家里闹事！少安，你要是想报仇，我帮你对付他。不急，他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咱们还有正事要干。庆丰，明天开始生产队的工分你就别去出了，我带你下河捕鱼，上山下套子，赚了钱我给你分成。挣钱？你说真的吗？不过捕鱼我可不会，你要说打猎我还略懂一点。捕鱼我教你，打猎你带着我，弄到的东西我去卖。不过光咱俩人手还不够，我打算把范小兵也叫上，咱们3个一起搭档，肯定能大赚一笔。明天10点你过来，我带你捕鱼。行，少安，我就跟你混了。第二天天没亮，孙少安就带着准备好的饵料去河里打窝，打完窝就回家睡回笼觉。少安，你怎么还没起床？懒死你算了。润叶，你怎么来了？哼，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欢迎我。那我走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好奇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没事我就不能来了吗？切，你爸不是腿受伤了吗？我爸让我送酒过来，是虎骨酒，我听说喝了对恢复伤口好。这年代茅台才7块钱一瓶，虎骨酒却要10几块钱一瓶。润叶，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吧。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跑了大半天，特意给你送过来的。你要是不要，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少安，这是你爹给你找的媳妇吗？长得还怪好看的。陈庆丰一进门就看到孙少安跟田润叶拌嘴，还以为2人在处对象。你个大黑牛，胡说什么？这是田润叶，我同学。润叶，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同村长大的兄弟陈庆丰，他说话就爱开玩笑，你别生气。你们真是太逗了。少安，你不是说抓鱼吗？可别忘了。差点把这事忘了，窝料打了小半天，应该已经发窝了。润叶，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抓鱼？好啊，我也想看看你冬天是怎么抓鱼的。 3个人来到冰面上，孙少安从河边的枯草里掏出手抛网，数了个1、2、3后，一下把手网抛进了冰窟窿里。庆丰，把箩筐拿过来，准备好，要出鱼了。随着孙少安将网拽出，直接把田润叶跟陈庆丰惊到了，网里大大小小装了1、20条鱼。好家伙，这河里的鱼这么多的吗？把鱼装进筐后，孙少安换了个窝点，整理好手抛网，再次撒了出去。拉网时，他感觉收获更丰厚。果然，这一网的鱼比第1网还多。捕鱼的时间过得飞快，不到2个小时就收获颇丰。鱼筐装不下了，咱们收工回去。孙少安将网藏好后，便带着陈庆丰和田润叶回家了。少安，你网了这么多鱼，是打算去镇上卖吗？这次的鱼不卖了。昨天胡德禄来我家闹事，生产队的人都来帮忙了。这些鱼我打算送给他们。少安，这么多鱼都送人吗？这要是拿去卖，不得卖个180块的？妈，鱼送完了还可以再去网。周围的这些叔伯兄弟帮了咱们家，我们要是不表示一下，下次谁还来给咱们家撑场面？行吧，妈还是那句话，咱们家做人做事对得起良心就行了。对了，有件事忘跟你说了，昨天你大伯二伯家一个人都没有出来帮忙。我知道了。那行，我去做饭了，大家中午都在这儿吃啊。中午吃过饭，孙少安就在院子里分起了鱼。庆丰，今天你帮我出了力，这3条大鲤鱼分给你了，你先送回家，处理好了再过来帮我送鱼。我只是帮你推了车而已，拿1条就够了。分给你的你就拿着，哪里那么多啰嗦？润叶，这2条鱼你带回去给你爸尝尝，他应该会喜欢的。我什么活也没干，鱼我就不分了。鱼是我打的，我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你早些回去吧，晚了怕你爸妈他们担心。孙少安拿出200斤鱼感谢香菱，大伯母索要被拒直接抢。哎呦，少安呐，你可真能耐，这一大早的就抓了这么多鱼。也不多，给生产队的人分就剩不了多少了。孙少安头都没抬，将各家各户挨着分了一遍。给一帮外人分什么鱼，钱多少的慌。你先给伯娘挑2条最大的，我让你大伯也高兴高兴。大伯娘，这鱼数量有限，没有给你和二伯家的，你们真要想吃鱼，拿钱去公社买就成。孙少安，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好，你不给是吧？吴国娟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双手猛地从鱼堆里抓起2条最大的鲤鱼，转身就要走。哼，我自己拿。放下。孙少安动作更快，一把拉住吴国娟的胳膊，另一只手精准地扣住她手腕。我说了，这鱼是给帮忙的人分的。昨天您没帮忙，今天这鱼您1条也拿不走。哎呦喂，我的天啊！我们老孙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孝子孙？你爷爷要还在，准给你气死！随着吴国娟的吵闹，大伯二伯也走了过来，指着孙少安就骂：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要鱼？昨天10个节的人来我家闹事的时候，你们可有出面帮过我家？要不是大队长，我家早被人砸了，还好意思让我送鱼？要点脸行不行？你个小兔崽子，竟敢教训长辈，轮得到你吗？等大伯二伯2家走后，孙少安便安排弟弟妹妹挨家挨户去送鱼。等送完鱼回来，孙少平跟孙兰香便看见孙少安在捣鼓什么东西。大哥，你做的这个还真香，我能吃点不？你咋这么馋呢？这是大哥用来钓鱼的，妈晚上炖的骨头汤不香吗？我闻着大哥弄的这坨大的也挺香，这味道估计不比肉的差。好了，你们别为着了，帮娘去准备饭菜。吃完饭，大哥还得出去一趟。吃过饭，孙少安找了几根长竹竿，带着买的鱼钩跟粗鱼线，便出门去了。我记得每年雨季水库放水的时候，都会从上面冲下来几10斤的大鱼，想要用网抓住不太现实。
孙少安来到冰上，每隔2米便凿一个1米大小的冰窟窿，一连凿了20多个。随后将鱼钩绑在鱼线上，再将鱼线间隔2米一段的绑在竹竿上，又将饵料挂上鱼钩，一个钓大鱼的鱼竿便已经制作好了。孙少安将鱼钩放进冰窟窿里，便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喊着孙少平跟陈庆峰推着车便去了河边。少安，这次怎么不下网了？这次我下的钩子专门钓大鱼的。哦，有了陈庆峰的帮忙，孙少安将暗叉全部拽了出来。虽然只钓了10几条鱼，但大的有30-40斤，就连最小的都有10多斤，将2个大箩筐装得满满当当。随后几人推车便来到了赵山煤矿。小孙，你这鱼来得太及时了，马上连关，我征求送点啥呢？过完称，这10几条鱼看着不多，却有近300斤。黄新明凑了个整，直接付了200块。庆峰，这30块钱你拿着，是今天的分红。少安，你这不是打我脸吗？我今天吃了你这么多包子，还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干活就要分钱，包子是我请你吃的，两码事。哎呦我去，哥们儿，这让来让去的多没意思！不行，我就替你们收着了。我认识你吗？你谁啊？闪开！我让你走了吗？少安，嘿，我勒个去！这大个子还敢反抗，都给老子上！另外2个小混混提拳就向着陈庆峰打来，然而陈庆峰却不慌不忙，身形灵活的在2人之中穿梭，3拳2脚就将混混打倒在地。哼，你们这些地痞无赖，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敲诈勒索！3个混混互相搀扶着，你小子给我等着，有种别跑！少安，咱们走吧，他们应该是摇人去了。庆峰，今天咱们要是走了，以后再来镇上还得被这群人打闷棍。早知道今天会遇到这事，我就把9节鞭带出来了。在孙少安3人犹豫是否开溜的时候，混混头子已经喊人过来了。太哥，就是这3个小子把我给打了，真是废物，连几个小孩子都打不过。太哥，那大个子练过，身手不一般啊！哼，小子，是你打了我的人。真是冤家路窄呀！上次让你狐假虎威给我骗了，没想到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台哥，我骗你什么了？呵，骗我什么？你说你是冯所长的亲戚，我找人四处打听，人家就没有你这种穷亲戚。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欺骗我刘太和的下场。兄弟们，让他们仨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一众混混齐声应和，正要动手时，人群后传来一声厉喝：“都给我住手！”刘太和，你好大的威风啊！带这么多人想干什么？正想动手的刘太和忽然看到了冯辉。哎呦，这不是冯所长吗？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过来了？少给我套近乎，说说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啊，这……冯叔，哦，小孙，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这帮家伙欺负你了？这小子还真跟冯所长认识啊！冯所长，这都是误会啊！我问你了吗？小孙，你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要是他敢欺负你，我今天就带他回去好好改造改造。孙少安这是第2次跟刘太和打交道，他并没有感觉刘太和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反而在他身上看到一股江湖义气。冯叔，他们没有欺负我们，这不是前几天我卖鱼认识了他们吗？今天碰见太哥说想给手底下的小兄弟们找点事干，总不能成天这么瞎胡混下去，我就寻思着让他们帮我一起卖鱼。你真是这么想的啊？对，孙兄弟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也想做点小买卖，不想再给咱们所里添堵了。哈哈，你能看明白这点就好，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不能填饱肚子，非得在街上瞎混。不过你能改邪归正，我很欣慰。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所里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帮。那真是太感谢冯所长了。小孙，上次的鱼不错，有时间可以再给所里送点。好的，冯叔，改明就送1筐来。冯辉一走，刘太和就凑到孙少安面前。哥们够义气，没出卖我，你打我兄弟的事儿就过去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今天的事是你手下人挑起来的？孙少安将事情经过原本的告诉了刘太和。一旁的歪毛见势不妙，悄悄往后挪步，想要溜走。歪毛，你给老子滚过来！太哥，你活腻歪了，这是老子的兄弟，还不滚过来道歉？再有下回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算了，太哥，我兄弟也教训了他，这事就算平了吧。不过我刚才说的事情你也考虑一下，成天瞎胡混能混出什么名堂？孙兄弟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看。要是能让我手下这帮兄弟有口饭吃，谁愿意过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过完年我打算开个鱼档，专卖野生鱼。你手底下的人不少，如果都来帮你收鱼，我想应该也差不多够我卖了。收鱼这能挣多少钱？大鱼1斤我给你1毛的纯利，小鱼1斤给你5分，不论死活大小我都收。但是有个前提，
那就是死鱼你得让人负责宰杀好，撒盐腌制好才行。孙少安后面的话，刘太和是一句没听进去，他满脑子都是1斤鱼1毛的纯利。好家伙，1斤赚1毛，10斤就是1块钱，100斤就是10块钱，10000斤就是1000块。干了，兄弟们！三言两语，孙少安手底下就多了20来个给自己打工的人，而且还不用发工资。少安，你打算什么时候开档口？不会是糊弄刘太和的吧？过完年就开，抓鱼效率太慢了。我想来想去，就贩鱼风险低，既不犯法，也不违规。那我呢？还能给你干活吗？当然得跟我去，窝在家里能有什么发展？我到时候开档口，给你股份分红。什么是股份分红？嗨，你就别管了，你记住，今后有我一口肉吃，肯定少不了你这口汤就行。你放心，我一定踏踏实实跟着你干。哇，大哥，你回来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对吧？我隔着老远就闻到香味了。看你急的，大哥啥时候忘记过你？给肉包子，让妈热一下再吃。少安，家里不是有饭吃吗？买这么多包子干什么？花钱大手大脚的。妈，挣钱的意义就是让家里人能够过更好的日子，你享福就行了。那这里是今天挣的钱，花了一些，还有237块。好家伙，晓得的是你们卖鱼挣的钱，不晓得的还以为你们出去抢钱去了呢。对了，爸妈，明天我想去看看外婆。去那干什么？爸，我说句公道话，您别跟我急。以前大舅在世时，咱们家有什么事，他跟二舅都会来帮忙，这话没有说错吧？没错，可我腿受伤了，你二舅也没来看过。爸，我2个舅舅家现在什么条件，你应该比我清楚。大舅不在了，全家重担都压在二舅身上。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吃饭都困难，拿啥来看你？再说了，大伯二伯家条件比咱家好，你受伤了，他们拿过一个鸡蛋来看你吗？腊八节咱们没去，眼瞅着快过年了，再不去，外人该说您教子无方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便来到供销社买了1斤奶糖、3斤绵白糖跟20斤大米，拎着向外婆家走去。外婆，我来看你了。孙少安一进屋，看见外婆跟2个舅妈都在屋里。少安来了，就你自己来的吗？大舅妈、二舅妈，我爸腿摔伤了，娘在家里照顾他，所以就我自己过来了。少安，你爸好些了没？我这一把老骨头，走不得远路，想让你二舅去看看，结果他又感冒了，躺炕上4、5天了，也没去看你爹。到时候回去了，跟你爹说说，他那人外婆晓得，心里肯定有些想法。舅舅病了这么多天，去公社医院看过了吗？去医院看什么？二舅这身体好得很，有那钱不用留着让金德、金峰、金龙他们多读点书。你小子自己就不宽裕，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二舅放心，我家里好着呢。随即孙少安将最近捕鱼的事情跟大家说了一遍。你小子可以啊，中午别走啦，家吃。二舅，金堂干嘛去了？我怎么没看见他？福王先生我放了假期，金堂酒山去了。这个年代，山里面多的是野兽、草药和山货。平常罗定山就是靠着打猎养家。奶奶、二叔，你们看我抓到！少安表哥，你怎么来了？这不腊八节没时间过来，趁着今天从供销社买了点东西，过来看看外婆和舅舅、舅妈。听姑姑说，姑父腿受了伤，好些了没？最近二叔带我做陷阱，打算捉几头大点的野物，换些钱给你家送过去呢。金堂，陷阱里面没有动静吗？陷阱里的诱饵没有动，我估计那边的野猪已经换地方了。不过今天我打野鸡的时候，发现茅草坪那边有野猪的脚印。你积极别冲动，等二叔好些了，带你一起去。二舅，明天我跟金堂一起去挖陷阱，今天我去公社医院给你买点药，这2天你养养身体。第二天，孙少安领着陈庆峰，在罗金堂的带领下来到野猪出没的地方，找好位置，便拿着锹镐开始挖陷阱。1上午时间，3人就挖了3个1米8的深坑，随后用树枝和枯草掩盖好，再在上面撒了几块红薯和南瓜，一个抓捕野猪的陷阱就做成了。表哥，这陷阱不用人守着，接下来我每天上来看看就行了，要是有猎物我就去喊你来帮忙。自从上次用鱼钩勾了300斤鱼，孙少安尝到了甜头。回去的路上，2人走得很快，准备趁着鱼价高多整点鱼卖。2人拿了饵料跟工具来到河边，按照上次2米1个的方式将冰面凿了几个洞，将饵料扔进冰窟窿后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天没亮，孙少安便带着陈庆峰来河边收鱼，因为有上次的经验，2人很快便将鱼全部捞起，随后推着车来到了兆山煤矿食堂。小孙，你的鱼来得太及时了，今天来视察矿物的领导就爱吃鱼。老钱，这么大的鱼可不能只1、2种做法啊！做鱼不就是炖汤或者红烧吗？这怎么行？就这2个菜，谢矿长那边是说不过去的，到时候没面子，回头咱们都得挨训。皇叔，要不我帮忙弄几个菜吧？
做鱼这块我还是比较拿手。你还会做菜？你可别忽悠我，这做好了还行，要是做不好，我也得跟着受连累。我真会，你要是不相信我，不妨让我帮秦师傅打个下手。什么打下手？你要真会，我给你打下手也行呢。我老秦还真想多学几种做法呢。孙少安也不墨迹，抱着一条20多斤的草鱼就去了后厨。前世我可是资深厨师，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一鱼9吃。这第一道菜叫做红运当头，第二道沙钵鱼杂，第3道红烧鱼尾，第4道铜锅酸菜鱼片，第5道鱼丸蛋皮豆腐汤，第6道香辣鱼排，第7道菜香煎鱼奶，第8道菜蒜香酥鱼丁，第9道菜鱼鳞冻。9道菜，孙少安花了1个多小时才完成。原来鱼还有这么多做法，这回可算是小刀拉屁股，让我开了眼了。一场鱼宴，吃的是宾客尽欢。半小时后，矿长谢志江来了后厨。星明，今天这桌全鱼宴的菜是怎么回事？矿长怎么了？是做的不合郑局长的胃口吗？不但好看，还更好吃。老秦今天真给咱们赵山煤矿长脸了。嗨，吓我一跳，还以为搞砸了呢。不过矿长，今天这菜是送鱼的小孙做的。哦，我就说老秦啥时候有这手艺了？原来是你做的，小孙是吧？今天这桌全鱼宴做得非常出色，味道很好。领导过奖了，能帮上你们就好。黄叔，时辰也不早了，没事的话我们就先回去了。这2、3天应该还能捕一批鱼，您这边还需要的话，我到时候再送来。要，当然要。不过过2天还得麻烦你来食堂帮忙，市里还有重要领导下来慰问矿工。当然，我们赵山煤矿不会让人白干活，你帮忙做饭按下井矿工的3倍工资来算。星明，你直接到财务报销，就说是我说的。谢谢矿长，我一定尽心把事做好。离开了赵山煤矿，孙少安拿着卖鱼的300块跟做菜的30，带着陈庆峰来了供销社，买了几组粗鱼线跟鱼钩，又买了3斤奶糖。还有10来天就过年了，这段时间鱼肯定更好卖，咱们得加快速度捕鱼。回到村口，孙少安掏出30块钱递给了陈庆峰。庆峰，这是你的30块钱，还有这1斤奶糖，带回去给你妹妹吃。少安，这太多了，我就帮你拽了点鱼。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干了？当然要跟着你干。回到家，孙少安将糖分给了弟弟妹妹，让孙少平带着他们准备窝料，自己则又绑了几副鱼钩。等忙完，天已经黑了。少平，我有点事情要去范小兵家和他谈，会晚点回来，记得给我留门。范叔，我给你带了2条鱼，正好下酒吃。你小子有心了，吃了没？没吃，坐下一起吃点。吃了。范叔，这次过来找你有点事。上回那点骨头炖完了吧？明天来肉连站，我再给你留心。快过年了，站里分的肉和小兵也吃不完，你拿1半回去。范叔，不是这事，我想问问你们肉连站那边能不能卖鱼？肉连站只卖肉，从来没卖过鱼啊。以前没卖过，不代表现在不可以卖。范叔，你帮我跟程站长说说，你面子大，保不准这事就能成。少安呐，这事范叔能帮你说，可程站长那边空口白牙，可不好办事。你也知道，范叔只是个屠宰员。范叔，这个忙不让程站长白帮，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卖鱼的收入，我按销售额给站里交一笔管理费，程站长和站里怎么分配，由他们自己决定。至于多出来的利润，我跟您这半分，您看合不合适？好小子，你还真是阔气。范叔就不要你的分成了，不过站里那几个卖货的伙计你也得打点好，他们要是磨洋工，不给吆喝，鱼也卖不快。范叔说的是，那我每人每天给他们1块钱当辛苦费。要不了那么多，你送鱼过来的时候，一人给个5毛8毛就可以了。咱们关系在这儿呢，不能让你吃亏。那就辛苦范叔了。成了，明天我就去跟程站长说，你小子就等馅儿吧。孙少安回到家，提了2桶饵料来到河边，继续乐此不疲的凿冰窟窿打窝。第2天，天没亮，3人摸黑来到了河边。这次暗插做得多，孙少安让陈庆峰也推了1辆车过来，3人分成2组。孙少平跟着陈庆峰收暗插，孙少安撒网，双管齐下，2个小时的收获竟然比前2次还多。这些鱼加起来少说也有500斤。庆峰，咱们去卖鱼。将鱼送到赵山煤矿，过完秤，500斤鱼一共卖了700多。随后，孙少安带着2人来到了肉连站。你们几个小子怎么才过来？早上抓了些鱼拿去卖了，这不卖完了第一时间就过来了吗？范叔，程站长那边怎么样？你昨天说的事，叔可是帮你去说了，一会儿你去见程站长就行。还得是范叔，这事要是成了，回头我请你喝酒。程站长好。哟呵，挺懂事嘛。你叫孙少安对吧？您叫我小孙就行。你范叔跟我说了卖鱼的事，这是合作共赢的好事，我同意了。程站长放心，我会拿出利润的2成交给您，由您自己分配。你办事我信得过，回头我安排个职工给你帮忙，工资不用你发。程德贵打算安插一个自己人帮忙卖鱼，这样孙少安每天卖多少，他心里也有数。行，程站长，那就太麻烦你了。出了办公室，孙少安又找到范大彪，买了半扇猪肉。
你小子真赚到钱了！别人买肉论斤，你直接论山买。范叔，您帮我把肉分2半，那个猪头和7、8只猪蹄子也给我一起称上。看来叔今天能下个早班了。这不快过年了吗？多准备点。对了，范叔，腊月28，您和小兵一起来我家吃团年饭。又聊了一会，孙少安便带着2人离开了肉联社。庆丰，这些肉你提回去。这么多肉都给我，这也太破费了。我把你当兄弟，客气话就别说了。一会儿我还有点事，你先带少平回去。对了，腊月28，记得带着关婶子和小丽一起来我家吃饭。交代一番后，陈庆丰带着孙少平先回家了，而孙少安则去供销社买了点柴米油盐，独自向着外婆家走去。小安来啦，二舅，吃了要好些了吧？感觉好多了，再过2天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我有个朋友想要些野味，所以我过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要什么野味？等金堂回来了，你跟他说。晚上7点，罗金堂带着猎物回来了，一只20-30斤的麂子，还有几只野鸡野兔。表哥，你怎么过来了？我还打算明天一早去找你呢。咱们在茅草坪下的陷阱中了2只野猪，小的那头估计都得200多斤。太好了，明天忙完，我跟你一起去把野猪弄上来。金堂，去把那几只给处理了，各块腿肉晚上弄来吃。二舅，晚上随便吃点就行了，这几子留着，明天我找朋友卖了换钱，不好吗？哦，你那朋友是做什么的？还能修几只？咱们吃没关系，但真要拿去卖，这价格可不便宜，最少都要2.5块一斤了。二舅放心，我朋友是兆山煤矿的后勤主任，价格上肯定不会亏待咱们。行，那就留着吧，等几只卖了钱，让金堂跟你走一趟，把钱给你娘送去。你爹腿伤了，我们总得表示表示。二舅，我爹那边意思一下就行了，卖的钱让金德金凤上学用吧。一个几只撑死了卖30-50块钱，就这点钱让你爹看腿，还少着呢。二舅，你说这几子只能卖30-50块钱，明天一早送去兆山煤矿，要是卖不到5块钱一斤，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关系。怎么，你能卖得更高？小安，你要是真有销路，以后我和金堂打的野味都托你卖，挣的钱对半开都行。第2天一早，孙少安便带着罗金堂推着猎物来到了兆山煤矿。好小子，征求饭菜的标准不够呢，你就给我整了个惊喜。放心，这些野味价格不会少你的。将麂子、野兔、野鸡加上昨天送过来的鱼处理完，很快就到了中午。孙少安轻轻松松做了10个菜，随后在后厨休息。皇叔，我舅舅那边的陷阱里还有2头活野猪，您看煤矿这边要不要？活的野猪，那东西可厉害，听说獠牙有3寸长，能顶死人，这风险不小。不过你还是送过来吧，明天一早我正好有大用。任务完成，孙少安便告辞离开了。剩下的2头野猪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俗话说一猪2虎3熊，野猪性情凶猛，安全起见，孙少安喊上了陈庆丰一起帮忙，几人推着板车，带着工具就去了茅草坪。表哥，你们听，几人还没走进陷阱，就听到阵阵的野猪嚎叫声。金堂，把油布4个脚绑一块石头，等会把野猪给蒙起来。随着油布蒙到了野猪身上，狂躁的野猪顿时安静下来。陈庆丰跳进陷阱，重重压在野猪身上，饿了2天的野猪直接就被砸懵了。少安，把绳子扔下来，这野猪饿晕了。不到半小时，就将2个陷阱中的野猪绑好抬了上来。随后3人推着板车来到兆山煤矿。小孙，你们来的真准时，野猪还活着呢吗？活着呢。皇叔，你看。孙少安把油布掀开，2只野猪被五花大绑的放在板车上。黄新明与谢志江2人看着野猪，十分满意。老秦让后厨杀猪，中午款待周市长。就在这时，保卫科队长刘长友路过。矿长，我瞅着这2野猪不像真野猪，十有8九是家猪跟野猪配种产下来的杂种猪。哼，刘长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说我找人合伙坑矿上的钱吗？刘长友以前跟黄新明竞争过后勤处主任，落选后当上保卫科队长，2人素有嫌隙。刘长友，你说这话可得有证据。谢志江也分不清什么是野猪，什么是杂种猪，但是有人质疑了，作为矿长就不能不管。矿长，您看这猪屁股又肥又大，纯野猪哪有这么肥？还有一点，野猪凶猛，杂交猪温驯适合饲养。您看这2头哪有半分野性？我他妈真想锤死你！这位领导，您既然怀疑这不是野猪，要不我们放开一头试试它顶不顶你就完了。是就是一头家猪，我倒要看看它能野到哪儿去。皇叔，您带谢矿长往旁边走远点，最好推到食堂里边去，免得被伤到。小子，磨磨唧唧干什么呢？我跟你说，今天你证明不了这是野猪，等会我就把你送派出所去。见状，孙少安也不再墨迹，示意陈庆丰把野猪松开。然而松绑后的野猪并没有立刻逃跑，反而停在原地不动。谢矿长，您看，这不就是杂种猪吗？你看，我还敢摸它。就在刘长友靠近的时候，野猪像是突然清醒过来，猛地朝离得最近的刘长友冲去。等刘长友反应过来，已被撞飞出3-4米远，倒在地上嚎叫。然而野猪却不理会他的惨叫，再次朝刘长友狂奔而来。救我啊！快救我！
庆丰，快救人！陈庆丰早已做好了救人的准备，一个箭步上前，飞身一脚将野猪踹倒在地，随即骑上去连砸10几拳，野猪终于晕了过去。老钱，快把刘队长送医院去！这一闹，再没人质疑他不是野猪了。随后，孙少安随黄新明到办公室结账。这2天辛苦你了，钱已经给你算好了。昨天送过来的几只野鸡、野兔，还有这2天的帮工的工钱，再加上2只野猪，一共1000块钱。你点一下。皇叔，我还能信不过你吗？随后，孙少安将钱揣好，便回到陈庆丰2人身边。金堂，这里450块钱，拿着。表哥怎么给这么多？活野猪卖的贵点，回去把钱给你娘。有了这些钱，你家里能宽裕一阵子。庆丰，这100块钱分给你。少安，你这也分得太多了，我又没干什么事。拿着，该你的就是你的。这一回你出力不小，要不是你想抓这活野猪会更加麻烦。那我就收下了。明天来我家，我们继续抓鱼。前几天我跟肉联站谈好了，鱼放那边帮着卖。几人就此道别，各自回家。孙少安又准备了些饵料，去河边打了窝，随后便回屋休息。第2天一早，孙少安带着陈庆丰2人收鱼，9点不到，2辆车就装满了。随后2人推着鱼便送去了肉联站。范叔忙着呢，你小子怎么现在才来？鱼准买了吗？这么多鱼，赶紧张罗起来。这会儿人多，到了下午人就少了。在肉联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孙少安的鱼很快被摆上摊位。各位买肉的乡亲们，需要买鱼的可以来这里看看，不要票。这可都是咱们清江河的野生鱼，味道鲜美的很。大伙儿一听是清江河的鱼，纷纷围了上来。小伙子，你这鱼怎么卖的？草鱼6毛，桂花鱼9毛，其余小杂鱼4毛1斤。众人虽然觉得有点贵，但也能理解，毕竟大冬天鱼本来就少，卖贵点也能接受。小伙子，给我称这条草鱼。有人开了头，买鱼的人就接二连三的来了。短短3个小时，几百斤鱼就卖了个精光，还有不少人预定了明天的鱼。就这样过了几天，孙少安将鱼送到肉联后，便坐车去镇里买建房材料。这段时间卖鱼，他手里已经有了4000块的存款。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村里100多号劳动力，不用1个月就能住进新房。孙少安来到砖厂，一口气订了3万块红砖，又订了3吨金石灰，约好装车送货时间。当晚货就送到了双水大队，只是当送货车来到村口时，却停住了。小伙子，前面的路只能你想办法了，我们的拖拉机太大了，过不去。再走，这4个轮子都得陷进去。行，吴师傅，各位师傅们，今晚辛苦大家了，就在这个空地卸货吧。我回村里叫人，货卸完了大家就不用管了。这里1条烟，大家分一分，大晚上的都不容易。谢谢小伙子了，搞得这么客气。你放心，待会儿我们把货好点卸，争取不让你有大的损失。孙少安随即去找生产队长陈大明。陈叔，我有点事找你。少恩，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有啥事啊？我今天从镇上买了点红砖和石灰，想请您帮忙叫一下生产队的壮劳力，帮我运到批好的地基那儿，到时候每人给2包烟。哟呵，你小子有事说一声就行，没回来还带东西。只是这大晚上的，也不晓得有多少人愿意去。我先帮你喊一声。陈大明嘴上说着不好意思，但是手还是很老实，接过烟就去了大队部。社员同志们注意，孙玉婷家盖房子，买的材料堆在路口，需要人帮忙送回来。去帮忙的每人2包烟。不到半小时，村口便聚集了近30人，大家伙忙了一个通夜，总算是把所有材料都运到了盖房子的地方。各位叔伯兄弟，今晚辛苦大家了，大家拿完烟先别急着回去，我让我娘在家里做了臊子面，大家伙先去我家吃个热乎饭，暖暖身子，再回家睡。烧完了，还是你家办事举气。我说秀莲呐，肉再多给点，就这点哪够我们一家吃啊？嫂子，帮忙的人太多了，我还不晓得够不够分的。不够就多下点面嘛，你那面袋子里不是还有吗？我家少文少武回来了，家里4口人，就这点实在不够啊！我他妈真想锤死你！大伯母，谁让你来我家端面的？怎么，你大伯二伯吃你家1口面都不行吗？你们哪来的脸？是帮我家搬了半块砖，还是运了1包水泥？你们2家只晓得从我家拿吃拿喝，还不如生产队的这些叔伯兄弟呢。孙少安一把抢过大伯母铁锅里的臊子，倒回了锅里。我们2家能吃多少？少安，不是我说你，你也太不会做人了。你要这么不孝顺长辈的话，以后肯定会遭报应的。就是，迟早要遭报应。该遭报应的是你们。我家有难处的时候，你们2家帮过什么忙？出过什么力？你们现在来说我遭报应，你们就不怕自己遭报应吗？好呀，你个小兔崽子，敢这么说长辈，你等着，看我不把你大伯二伯叫过来收拾你。你去喊就是了，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自己家的东西，想给谁吃就给谁吃，你们还能管我？没过一会，孙玉厚跟孙玉林便气势汹汹地找了过来。孙少安，你真是个白眼狼啊！胳膊肘往外拐，村里的外人都能给你大伯母、二伯母跟你要点面条，你都不行。大伯，你说的真是一点毛病没有。昨天晚上村里的人来了一大半，帮我搬砖卸货。你们2个当伯伯的，却是不管不问，自己兄弟腿受伤了，第一件事不是来看望，而是把兄弟挤出老宅。大伯、二伯，我都不明白，
你们的脸皮怎么这么厚？人家都说兄弟如手足，我就不明白我爸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他，他是犯了天条吗？孙少安的话震耳欲聋，把孙玉厚两人对得哑口无言。昨晚如果您跟二伯哪怕过来做样子，搭把手，我这心里也能叹口气。问题是你们做了吗？你们这样当哥哥，良心不会痛吗？孙少安一顿斥责，大伯二伯两家灰溜溜的离开了。吃过饭后，所有人都回家补觉了。等到孙少安醒过来，已经下午3点多了。这时他想起明天还要请客，便收拾了一下去了公社。范叔，明天我请客吃饭，您可别忘了来。哎，好好好，你帮我称30来斤肉，5个猪蹄子，7条猪尾巴，再加1个猪头，1副猪下水。好家伙，果然财大气粗。随后，孙少安又去供销社买了些配菜和酒，这才回了家。今天约好了范小兵跟陈庆峰两家人来吃饭，孙少安一大早便起来张罗。他忽然记起，过完年不久会有一场连下数日的大暴雪，弟弟孙少伟就是在那之后感冒高烧，不幸烧坏了脑子。这件事他绝不能让他重演。少安，你早上打窝的鱼都在这儿呢，小的7、8斤，大的怕有30斤。好，中午就再弄一条红烧鲤鱼吧。到了11点多，孙少安家热闹了起来，陈庆峰一家跟范大彪父子都到了，围着满桌菜肴笑语不断。住在一旁的大伯孙玉厚和二伯孙玉林装模作样的出来走了2趟，却没有一个人邀请他们。孙玉厚，你看你家那白眼狼，家里请客吃大肉，连你这个亲大伯都不请，你说说他们还算是人吗？吃就知道吃，还上杆子找不痛快，想吃让你儿子弄去。另一边酒足饭饱后，大家都离开了，每个人手里都提溜了一条鱼，这是孙少安给大家的过年礼。第2天，孙少安去镇上采购年货，却收到冯辉的消息，上次打你的胡晓峰被他姐想办法保释出来了，如果他敢再犯事，你可以告诉我再抓他，千万不要去干什么报仇的蠢事，免得被人抓了把柄，把自己送进去。放心吧，冯叔，我可是良好市民，违法的事我不干。胡家现在肯定恨我入骨，最近必须加倍小心。过年这段时间是农村1年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孙少安重生以来最清闲的日子。每天吃了就睡，睡醒就吃，好不自在。大年初3，天空骤然变得灰蒙蒙的。我记得这场雪连着下了5、6天，把去镇上唯一的一条路都封了，直到元宵节才清理完，得赶紧多囤点吃食。孙少安立刻叫上陈庆峰，带着钱和票证赶到镇上，买了大量粮食和肉，并将东西分作2份。少安，你买这么多的肉跟米干啥？吃得完吗？暴雪马上就要来了，到时候路一封，想买都出不去，我这是有备无患。两人说话间，便来到了田润叶的家。田婶，润叶在家吗？是少安啊，今天怎么得空过来？田婶以前见过孙少安，虽知他辍了学，却并没有看不起他，所以他对孙少安并不戒备。少安，你是来找我的吗？对啊，我看变天了，怕是要下大雪，就给家里换了一些米面粮肉，想着田叔叔工作忙，我就多兑了一些给你们送过来了。这里有50斤米，20斤面，还有5斤肉，应该够你家吃一阵子了。哎呦，这可真是，你等着，婶子给你拿钱和粮票。田婶转身进屋，取了对应的粮票和钱给孙少安。婶子，您这边没事我就放心了，那我先回双水村了。少安，你这不是白忙活吗？又搭力气又搭时间的，图个啥？怎么是白忙活呢？庆丰，你还是太年轻了，给未来丈母娘留个好印象，这买卖可是赚大了。回到村口，孙少安给陈庆峰分了20斤米、20斤面跟5斤肉，便独自推着车回家了。风雪欲来，他以为他在意的人筑起了第1道防线。大雪一连下了3天，孙少安难得清闲，看着窗外白茫茫的大雪，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开春后有刘太和那帮人帮着抓鱼，产量肯定小不了。天热了以后，鱼在运输途中很容易变质，如果我现在囤冰，到时候正好用来保鲜。说干就干，孙少安冒着大雪来到了大队长陈大明的家。陈叔在家呢？是少安了，这大冷天的不在家烤火，说来做什么？陈叔，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个事，咱们大队的那几个废窑洞还用不用了？你问这干啥？有想法吗？的确是有些想法，我卖鱼的事你也知道，我打算租下来做仓库。那3个窑洞加起来可不小，你用得着这么大的仓库？不瞒您说，我同学父亲在工商局，他很看好咱们鱼的品质和市场前景，就打算让我在那边的市场弄个档口卖鱼，家里这边就当库房，往后说不定还得扩。少安呐，神叔早就看出来你小子是个干大事的人，怎么样，愿不愿意让大明叔跟你参一股，跟着喝口汤？您能投多少钱？是这样，这个买卖我跟您交代一下，县城那边有人是占了暗股，你想参股，我可以想办法，但是份额给不了太多。我投3000，你能给我多少股？3000，说实话不算多。这样吧，大明叔，我给你1成股，我自己也才拿2成，剩下的都有主了，您多体谅。少安呐，你说这3000块钱投进去会不会打了水漂？大明叔，我家原先是啥光景，您应该也知道，现在又是什么样子，您更加清楚。所以这个参股的事，我虽然不能跟你打包票一定能挣钱，但是想亏应该也是难的。况且那位也是占了股的，就连档口的批文都在帮忙协调了。你想，
要是关系靠不住，我敢这么往里投钱折腾吗？请书信你。不过话说回来，钱给了你，你得给我写张凭证才行。那是应该的。说别的不敢说，万一真赔了，我也先保您的本金，绝不让你吃亏。窑洞的事你放心，快则明天，慢则后天，我给你落实。大民叔，我差点忘问了，这个承包费得多少钱？原来是一个窑洞500一年，现在你不烧窑，看一半吧，然后叔再豁出脸帮你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3个窑洞1年500拿下来。孙少安当即写下参股书，接过陈大明递来的3000块钱，便告辞离开。当家的，你就这么信得过这个孙少安？他才多大？你男人啥时候看走眼过？当年你堂哥赌输，我们不就接济过他家吗？你看现在当了镇长，对我们家还是客客气气的。那是我堂哥，他不帮你谁帮你？但是这孙少安年纪轻轻的，毛都没长齐，你就那么信得过他？我说你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是一点没说错。年前孙老三腿断了，谁掏钱治的？这才刚出了正月，就又盖砖瓦房。你瞧咱们村有几户能盖得起砖瓦房的？理是这么个理，可万一，我是说万一这小子要是真亏了呢？没有万一，娘们唧唧的，娘不能判点好，弄饭去吧。得了。对了，大民叔，还有个事要麻烦你，我打算从咱们生产队招10个有力气的社员帮我做冰块。10个人招人的是没问题，但是这工钱你打算给多少？一天给2块钱，再管1顿饭。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前头，这活冷累不是谁都扛得住，所以必须是能吃苦的人才行。多少？一天给2块，你小子没发烧吧？给这么多还管1顿饭？大民叔，我不知道具体工价，也就是这么一说，具体行情还得您这老把式长眼。你觉得多少合适？要我说，一天1块2就顶破天了。如果你再管顿扎实的中饭，1块我都能给你找到人过来。大民叔，都是一个生产队的，也不能给太少了，那就听您的，按1块2一天算，饭咱照管。第二天，10个精壮工人早早便到了窑洞。这活虽是头一遭，但大家都很有干劲。第一天就做了2000块冰砖，可要填满1口废炭窑，这点冰还差得远。接下来，一群人起早贪黑忙活了半个月，才将3口废炭窑都塞满。还有2天就是元宵节，孙少安心里盘算着盖新房的事。爸，我打算过完元宵节，新房子那边就开工，所以现在就得把工匠师傅给找好。这事你懂得多，还得你多操心啊。你看谁合适，我就去请谁。咱们家盖房子，必须要盖咱们双水村最好的。少安，生产队出工的事，陈大民怎么说？放心，爸，我跟大民叔打过招呼了，该给咱们家出工的一个都不会少。过完元宵节，孙少安家除了盖房子，还出了一件光荣的事，罗金堂当兵去了。送别罗金堂后，孙少安找到了二舅。二舅，你现在身体好了，我想托您个事儿，能不能帮我捉些刺猬？刺猬？那家手玩意儿你要来干啥？拿来养。养那东西干嘛？没有几两肉，难道能卖钱？当然能，不过太少了不行。我想养起来繁殖，那东西跟老鼠一样，繁殖比较快。县里药材收购处那边，我能找到关系收购，但是量少了人家不收。以前我也卖过，一张皮这清半天也就换个几毛钱，又扎手又费工，划不来。所以说，要是规模上去了，就不是小钱了。我和那边说好了，小的刺猬皮按斤收，大概是3、4块钱一斤；大的完整的皮子，一张能卖到2、3块。小安，你实话告诉二舅，你是不是琢磨上收山货去买卖了？你真要想干，回头二舅给你介绍几个常年在山里面挖药或者是搞香货的，咱们福王山里的宝币多着呢。那感情好，到时候肯定得麻烦二舅牵线。不过这抓刺猬的事情，你得多费点线，估计我家房子要不了1个月就能盖好。等开春天气暖和了，正好弄个地方把它们养起来。行，抓刺猬不叫个事，要不了1个月，给二舅3、5天时间，我给你抓30-50个还是没问题的。当孙少安回到家，孙玉婷已经找好工匠，开始盖起了房子。周叔，各位叔伯兄弟，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晚上家里炖了鱼，卤了猪头肉，大家吃了晚饭再回去。少安，真是沾了你的福气啊！生产队有工分，你还给工钱，这晚上还有肉吃。不过你这红砖是不是买多了？盖住房也用不完呢。周叔，正想跟您说呢，房子盖完了还得麻烦你们几天。我屋子东边那块地打算盖一个养殖的房子。啊，养殖的棚子不是都用土砖石棉瓦吗？成本低还省事儿，哪用得着红砖来盖呀？周叔，用红砖盖能够一劳永逸，不怕风吹雨淋，土砖不结实。再说了，这养殖房要是紧挨着屋子，那味道大，人受不了。一晃10几天过去了，孙少安家的房子有了大概的雏形，但是有人却坐不住。太哥，年都过完个8月了，咱们也买了，船也买了，孙少安那小子咋屁动静没有？不会是诓咱们吧？我觉得不至于，要不过2天我去双水一趟，问问是怎么个事儿。太哥，这2天天气暖和了，河面的冰开化了，正是捕鱼的好时候，不能浪费呀。
行了行了，我现在就去。晌午一过，刘太和就骑着自行车往双水去了。这时候，孙少安正在指挥着工人盖养殖场，也快到了收尾的阶段了。少安老弟，原来你家盖房子那儿，我说咋这么久没信儿呢？哟，太哥，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我就是来看看咱说好的买卖啥时候能开张，兄弟们可都眼巴巴等着呢。太哥，你来是想问收鱼的事情吧？再过几天，等我房子和养殖场盖好了，立马就去县城。我看你这家里也没多少事了，你要想去县城就早些去吧。你家里这些杂事，我明天让歪毛带10个人过来给你家帮工，保管给你料理妥当。得，可不敢劳动兄弟们。这样，明天一早我一准去安县县城。对了，太哥，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这个季节，你要没捕鱼的工具，我怕你们也打不到多少鱼。兄弟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发话了。正好这2天天气好，我先带人试试去。第二天天还没亮，孙少安和陈庆峰便出了门，第一站便来到了赵山煤矿。皇叔忙着呢。哟呵，你小子大半个月没见你了，你要再不来，皇叔得去你们家选你去了。皇叔，看你说的，前段时间家里盖房子，实在脱不开身，您这么急找我，是有要紧事吗？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一点心意罢了，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刚好今天打算去一趟县城，所以来您这边先看看你。算你小子有心了。你说你一会去县城去干啥？我听说县里东城市场那边有档口出租，想去那边看看能不能盘个铺子。我想把鱼卖到那边去。你小子，就你那点鱼，皇叔就可以帮你消化了，还费那劳神的劲去东城市场干什么？皇叔，您煤矿这边也不可能天天吃鱼吧？再说了，开春以后捕鱼的量可就不是冬天那么点了，多的时候怕是一天能有2、3千斤。2、3千斤，一天2、3千斤鱼，一个月下来不得有几万斤？我这还真消化不了。不过你把鱼都弄东城市场去了，皇叔这边要鱼的话咋弄？这简单，到时候我让我爸专门给您送，价格按您的来。回头您要有什么事要我来的话，提前跟我说就行。行，你心里有谱就成。既然要去东城市场租铺子，你到那先去找一个叫祥海泉的，他是那里的市场主管，到时候见了他，跟他提皇叔名字就行。谢了皇叔，您可帮大忙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坐车去县里了。离开赵山煤矿，孙少安带着陈庆峰坐上公交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平安县城。两人顾不上歇脚，直奔县城最大的东城贸易市场。少安，县城到底是县城，这人气，这摊子比咱镇上可红火多了。这算个蛋！以后我带你去省城，去绅士，那些大城市才叫真正的繁华。新鲜的蔬菜，小伙子，来点青菜吧。孙少安不急着问价，领着陈庆峰慢悠悠转了小半圈，跟几个面善的摊主搭了话，心里对租金、人流有了个大概，这才朝着市场的管理处走去。你好，大哥，我找一下蒋海泉。蒋叔，你找蒋主任，蒋主任早就高升了，现在当主任的是刘洪波主任。刘主任也行，大哥，我想租个铺子，您看方便见见刘主任吗？这是一个40出头的中年人，红光满面的走了进来。主任您回来了。这几天大家没事多在市场里面转转，上头说不定什么时候来检查。我刚接蒋局的班不久，可别出什么岔子。这2位是？刘主任，这是蒋局长的侄子，他想找您租铺子。哎呦，蒋局的侄儿，你们怎么不早说？来，小伙子，跟我进办公室喝杯茶。刘主任，冒昧过来，打扰您了，来抽根香气飘飘。哟呵，大侄子，你这搞得太客气了，想租铺子直接来就行。我当年可是跟着蒋局长干起来的，都不是外人。刘主任，1是1，2是2，县官不如县管的道理，小子还是懂的。我想租个铺子，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个合适的码头？你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年纪轻轻的，人情世故却如此精通。想要铺子没问题，赵科学进来一下。主任，你有什么吩咐？带这个小兄弟去市场里面转转，看看空着的那些铺面，他相中哪个，回头来告诉我。好嘞，小兄弟，跟我来。赵科学领着孙少安在市场里仔细转悠起来，显然得了吩咐，格外上心。少安，你看这边的铺头怎么样？16号、17号都是位置比较好的。孙少安一看，发现这2个铺头是整个市场最好的位置。这个赵科学人还怪好的。赵大哥，这个铺子位置还行，租金多少钱啊？租金不贵，350一个月。听你跟蒋局的关系，刘主任肯定还会给你便宜一些，估计最多也不会超过300啊。如果16、172个门头，我一起拿下来的话，还能优惠点吗？少安兄弟，这是要干大买卖啊！果然蒋局的亲戚也没有普通人。大买卖谈不上，打算卖点水产跟野味，2个一起拿，这价格空间肯定更大。我估计单铺价压到300以下都有可能，不过具体多少，我这小办事员可做不了主，得刘主任拍板。明白，那还得麻烦赵大哥，回头在刘主任面前
别客气，留下来吃晚饭，在我这儿就跟在新民家一样。蒋叔，那我就厚着脸皮留下来了哈。婶子，我先去处理鱼，晚饭我给您打下手。说完，孙少安就拎着2条鱼进了厨房。老蒋，这小孙这么会来事儿，不会是来求你办事儿的吧？是个沉得住气的小伙子，比我老家那几个侄子强多了。通过新民来找我，肯定是有事来的。不过不急，先看看。很快饭菜上桌，孙少安的博得了蒋海泉2口子的好感，与蒋海泉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建立起来了。一晃过去2天，铺子里的池子也已经砌好了，孙少安便带着陈庆峰坐车回到镇上，准备联系货车往县里送鱼。少安回来了，那个铺子准备的咋样啊？范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这个东风可不是刮东风的风，而是东风派货车拉鱼的。没事，这个东风程站长已经打过招呼了，等会司机把猪肉送来，我再跟他说说，没啥问题。很快送猪的货车来了，在范大彪的牵线下，孙少安与货车达成协议，每趟运费30块，货到付款。随后孙少安又找到刘太和，让他们开始捕鱼。等所有事情安排完以后，孙少安才回了家。少安，你回来了正好，我跟你妈合计了，想就这几天搬新家去，你看咋样？孙少安见父亲比较急切，看来这个搬家宜早不宜迟，趁着自己在家，不如明天早上就搬。可以啊，你明天跟大民叔说一声，请生产队的社员来搭把手，咱家也不让人白忙活，完事了摆上几桌，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算是乔前之喜，也省得咱自家人累坏。还等啥明天？我现在就去跟大民说。经过将近2个月的休养，孙玉婷现在腿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许多。大哥，咱们明天真要住新房子啦？当然是明天搬新家，到时候大哥还是跟你住一屋。少伟，你头咋这么疼？前世也是这个时间段发烧的，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一次哥说啥也得救你。妈，少伟发烧了，我得赶紧送他去公社医院。不用，他今天在外边玩了1天，出了汗受了凉，睡一觉发汗就好了。农村孩子哪有这么娇气？妈，不行，这烧来势汹汹，必须得看医生，万一耽误了，把脑袋给烧坏了，你让少伟以后怎么生活？这个时候可不能想着省钱。孙少安背着孙少伟快步来到了公社医院。阿姨，麻烦帮我弟弟看看，我弟发了高烧。女医生摸了摸孙少伟的头，烧的还挺厉害，把他放床上，我去配药。大哥，我不要打针。不怕，大哥抱着你呢，打一针，病才好得快，明天咱们就能回家了。小家伙，别怕，阿姨打针很轻的，像蚂蚁夹了一样，很快就好。本来就怕的孙少伟，听医生这么一说，吓得哇哇大叫起来。整个公社医院估计都能听到孙少伟的哭喊声。在这住一晚上吧，来回折腾，小孩吃不消。今天收费的下班了，明天早上你去缴费。钱的话，要是没来得及带，可以让你家里人来交。第2天一早，孙少安出去买了热乎乎的包子粥，顺便把住院费给交了。大哥，我想吃糖。少伟乖，等咱们出院了，大哥就给你买。正当2兄弟吃饭时，医生过来查房了。来，阿姨给你量个体温，没事了，退烧了。吃完饭就带他出院吧，路上别再吹风了。谢谢医生阿姨。等孙少安背着孙少伟回到家，发现家里已经人去楼空。孙玉婷因为搬了新家，会还有大把呢。你觉得爸还能发大财？呵呵，你小子是不是逗我开心呢？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爹着腿好了，浑身是劲，也能再挣些钱。以后就别干你那气象活了，在家里帮我收鱼吧。咱家旁边的养殖场里面有2个大池子，放满水就是现成的活鱼仓。到时候你把收到的活鱼放进去，每天清早会有货车在桥口子等上车，回头你在生产队找2个信得过的帮手，一起把鱼装车就行。成，这个活爸能干好，绝不给你拖后腿。不过如果咱们公社的人抓了鱼送过来的话，咱们家收不收？收，不管谁送都收，前提是尽量多收活鱼。天气温度高了，运输途中有损耗，鲜活有劲的鱼送到县城才卖得上价。第2天一早，刘太和就带着人推着满满1板车鱼送来了。太哥，你们的动作还真够快的，昨天刚说的，今天就来送鱼了。赚钱的事儿能不快吗？孙少安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手把手的教孙玉婷如何看鳃、观色、掂分量，把鱼粗略分成不同的等级。随后刘太和如愿的拿到了210块钱。哈哈，孙兄弟，上午的鱼还有1波，一车拉不完，我这就回去再弄1车来。太哥，今天我在家就给你现场结账了，往后我基本都在县城，就只能让我爹收货记账了。不过你放心，我每个星期会回来一趟，到时候一起结。嗨，这都多余说，你办事儿我还能不放心吗？第2天，孙少安又招了几个人去县里卖鱼。来到东城市场，当工人把鲜活的鱼送入鱼池的时候，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鱼虽然不太大，不过看上去活性还不错。老板，你们家的鱼怎么卖的？草鱼8毛，鲫鱼、鳊鱼7毛，桂花鱼1块5。
鱼好是好，就是贵了点儿，肉才卖9毛1斤，你这鱼也卖这个价，这不是坑人吗？就是，这也太贵了，便宜点呗。您觉得贵？我认为您说的很对，因为我的鱼值这个价。首先，它是咱们这边清水河里面抓的野生鱼，吃河鲜长大的，味道不是塘养鱼能比的。其次，这是开春的冷水鱼，肉紧实，没土腥气，为了捕它们，费老大劲了。再者说，您看这活蹦乱跳的鲜活度，从河里到这儿，运输损耗都是成本，咱们这么一算还觉得贵吗？这小老板说的没毛病，8、9毛1斤是贵，但是有贵的道理，给我来一条。好嘞，您就放心买回去吃吧。不好吃您回来找我，我给你退钱。很快，摊位前排起了队，孙少安带着几个伙计称重、收钱、处理鱼，忙得脚不沾地。近2000斤鱼，不到3个小时，竟卖的一条不剩。老板还有鱼吗？大叔，实在不好意思，你来的晚了一些，刚刚最后几条鱼被一个大叔一起买走了。那你家明天还会有卖吗？天天都卖，只要河里有，我这儿就有货。那太好了，我是红星饭店的，我们店里正需要你这种好品质的野生鱼，你们的鱼能送货吗？送，当然能送货。叔，您留个地址，什么时候需要，我就什么时候给你送过去。城关镇安沙路79号红星饭店，每天能卖个20-30条，2至3斤的鱼最好，我也好控制成本。叔，我都记下来了，明天一早我赶在10点半前亲自给您送到店里。头一天开业，除去收鱼、运费和工钱，孙少安一算账，竟赚了780多块，这数字让他兴奋的半宿没睡。第二天鱼被送来，孙少安按照约定让陈庆峰把鱼给红星饭店送去，他自己则支起个小煤炉，当场做了一锅酸菜鱼，热气和麻辣鲜香瞬间飘满了半个市场。真香！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来看一看、瞧一瞧，纯清江河野生鱼，肉质紧，没土腥味，现场制作，先尝后买。虽然孙少安的鱼卖的比较贵，不过经过昨天老顾客的推荐，摊位前早就围满了人。尤其是今天做的酸菜鱼，让大家赞不绝口，真香！虽然今天的鱼比昨天还多几百斤，但是2个小时后，池子里也就只剩下10几条刚翻肚的死鱼了。小老板，活鱼还有吗？孙少安抬头一看，来人穿着中山装，胸口还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像个干部。大叔，不好意思，活鱼今天都卖完了，就剩这几条，是路上颠簸没扛住的，刚翻肚不久。看着倒是还新鲜，这死了的怎么卖？叔，您不嫌弃的话，拿条回去吃就行，我帮您收拾干净。您看是喜欢草鱼还是鲤鱼？白拿怎么行？该多少是多少，就这条草鱼吧，你称一下。不称了，就当交个朋友，我先给您处理干净。小伙子，2块钱我也不晓得够不够，少的就算你优惠我了。叔，我说了不收钱就不收钱，你要给钱，这鱼我就不卖了。你这小伙子有点意思，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谢谢你的鱼。少安，那鱼好歹也值8毛1块呢，你真白送啊？那可不是白送。庆丰，你看那人的做派像普通老百姓吗？我刚来县城，人生地不熟的，今天舍条鱼，结个善缘，保不齐哪天就是条路。对了，庆丰，我发现的新商机，今天准备回家一趟。行，少安，这边有我看着，你放心回吧。孙少安离开市场，径直找到了县药材收购站，柜台后坐着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同志。小伙子，你是要来送药材的吗？没错，大姐，我有些药材打算送到收购站来，只不过太多了，今天没带过来。你家是采药的走山人吗？是的，我家大人常年在山里采药，这是个辛苦活啊，有药材尽管送过来，你放心，我们这儿价格最公道。大姐，这个价格有没有清单啊？山里路远，我家大人背出来一趟不容易，我想先了解一下哪些药材价钱好些，我们也好紧着之前的采摘运送，免得到时候来回一趟还赚不够车费。这倒是实在话。小伙子，规定不能随便给，不过看你年纪轻轻就知道为家里操心，大姐破个例。这个价格表我给你复印一份，不过你得给2毛钱复印费才行。应该的，应该的，太感谢你了，大姐。那麻烦你帮我印一份。很快，高秀英从里屋拿出一份复印好的、略显模糊的价格单。这份是原来复印好的，免得你等，以后家里有药材直接送来就行。我姓高，高秀英，一般都在这个窗口。高姐，今天可多亏你了，等药材收拾好，我一准送来。随后，孙少安便坐上了回家的车，一路颠簸，到了晚上才到镇上。然而，孙少安并没有先回家，而是往向家老屋走去。
货这块得由我家来供，价格给你拿货价。随即，孙少安将租金利润全部都讲了出来。一听这个利润，陈大明眼睛都亮了。而且现在东西都是现成的，只要找人接手就能赚钱。请少安，如成你这个请，我明天就能找人接手。以后有这好事，记得第一时间联系大明叔。那肯定，咱们一起把生意做大。孙少安。让大明叔家来接手，以后咱们家的鱼直接供货给他。给大明啊？为啥不给你二伯家？肥水不流外人田啊！爸，您想想，我要是给了二伯，那大伯家怎么想？再说了，即便把摊位给他们做，咱家是不是还得替他们垫本钱？回头要是挣不到钱，他们是不是还得怨咱们指错了路？到时候咱们里外不是人。当家的，少安说的在理。你那两兄弟家沾上容易甩掉难，大明一家实诚，帮过咱，这情咱得记。孙玉婷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大儿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脑子开了窍一般。行吧，家里反正听你安排。这就对了，回头鱼摊那边咱们家能够抽2成利出来，到时候肉连站给1成，咱们家还能挣1成。你可别小看这1成利，百溪成河，百河成江，什么都是积累起来的。少安，你找我？大哥，你跟杨家滩那姑娘到什么地步了？跟兄弟掏心窝子说，都谈婚论嫁了，还能是啥程度？爹妈没跟你说？我是问你俩有没有实打实的接触过？孙少文脸一热，捶了孙少安一下。去你的！你这脑袋想的一些什么啊？大哥是朋友做媒，正正经经相看的，哪有你想的这么歪？有啥不好意思的？结婚不就那么回事吗？不过最近我可是听到了不少风声，杨小兰早已经不是头一遭了，肚子里可能已经揣上别人的重了。前段时间杨家人就急着给她找下家，想把这事捂住。大哥，你可得谨慎些，别稀里糊涂当了冤大头，到时候人财两空，还得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少安，这话你从哪里听到的？我同学就是杨家滩的，前几天我在镇上刚好碰到，他偷偷跟我提的，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应该犯不着编这种笑话唬我。好家伙，老子还以为是捡了个大便宜，没想到竟然是个当接盘侠的拐事。可是少安，小兰我也是见过几回的，也没见她大肚子啥的啊。大哥，你那书是白读了，女人怀孩子3个月内是不会显肚子的，要不杨家为啥这么急，连打家具的时间都等不了，只要现钱，这就是要抢在肚子大起来之前把事办妥。我明白了，少安，这份情哥记心里了。这2年大哥在家待的时间少，我爸妈跟老二可能做了不少过分的事情，还请你别放心里去。咱们都是一家人，血脉亲的一家人，如果有什么用得上大哥的地方，一句话就行。看着堂哥沉重离开的背影，孙少安心头一块石头也算落地，至少他尽了兄弟的本分，解决完家里的事情。孙少安第2天便跟着车回了县里，陈庆峰第一时间就将这几天的账交给孙少安。少安，你可回来了。你是不知道，
这2天好多老顾客来，都问你怎么不做那个酸菜鱼了，都说闻着香味才想来买。你看今天要不要再做一次，把人气再旺旺？行，我去准备一下就来做鱼。很快，熟悉的麻辣鲜香再次在市场里弥漫开来，酸菜鱼的香味将市场的人都吸引了过来。但这红火的场面却像一根刺，扎进了某些人的眼里。赵老板，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啊？妈的，就这几天的时间，我铺子里的生意就少了1半。我家也一样，再这么下去，咱这些老摊位都得喝西北风。王老板，咱们可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啊！赵老板，你说的对，既然那小子不给咱们活路，那我们也不能让他舒坦。孙少安盘算着拓展卤味生意，特意来到了县里的肉联站打听消息。大哥，贵姓？啥贵姓不贵姓？我叫孙栋梁。哟，那可巧了，我跟大哥还是本家呢。我叫孙少安，清河镇双水村的。那还是缘分呢。你来肉联站是找人还是办事儿？我在东城市场开了个卤味铺子，想问问这边的实际拿货情况。栋梁大哥，你们这里的猪下水好不好卖？猪下水基本上没人要，也就是东郊镇那边养鱼的，隔三差五拿回去喂鱼。就这，我们肉联厂每个月还得倒给人家100-200块钱搬运费呢。好家伙，县城里面的人竟然不吃这个，厂里一年少说宰3-5千头猪，这些下水要是规制起来，得是多大一笔钱？孙少安打听完消息，便直接回了东城市场。可刚走到自家摊位前，心里就一沉，往常这时早已卖空的鱼池，竟还剩了不少，地上还有些被打翻的筐子。少安，出事了，陈庆峰被抓走了。怎么回事？2个小时之前来了一帮人闹事，说咱们店里搞鬼秤，坑顾客的钱，还把咱们摊子掀了。庆峰急了，跟他们扭打起来，对方有个人脑袋磕在池子沿上，流了血，当时就躺下了。后来市管所和派出所的人都来了，就把庆峰哥和咱们2个伙计都带走了。这是碰上找茬的了。小孙兄弟，等你好一会了，你终于回来了。我小舅子在派出所，我带你去一趟看看什么情况，别让人在里面吃亏。文中，这是我老弟孙少安，他铺子里的伙计与人发生了冲突，被抓进来了。你快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下午送来的那起市场打架的？双方7-8个人，阵仗不小。你们那个叫陈庆峰的伙计挺能打，一个对几个，对方躺了好几个。警官，我们绝对是正经做生意，今天这只是对方来砸店寻衅在先，我想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个忙？人现在还在办案区做笔录，按规定暂时不能见，你们先别急，我帮你去问一问吧。小孙兄弟，别担心，庆峰他们是自卫，应该没啥事。没过多久，韩文忠便回来了，神情有些严肃。姐夫，这个案子有些麻烦，对面那几个是城关镇刘老西手底下的2流子，伤得较重的那个可能够得上轻伤鉴定，而且 A 刑侦队的田福堂队长亲自接手了，我们只负责协助办案。不过你放心，另外3个伙计基本没动手，所以不会有什么事。韩警官，庆峰他性子是急，但绝不会无故伤人，能不能帮我向田队长说明一下情况？田队长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但也最讲证据，所以你手底下的人若真没犯法，肯定会没事的。几人说话间，审讯室又出来一个中年民警。文中，鱼铺老板过来了吗？店里的伙计伤了人，他得出面协调才行。陶所长，这位就是鱼铺老板孙少安，刚到。小伙子，你就是鱼铺老板，看上去挺年轻，哪里人啊？此时办案室里只坐着2个人，说话的就是所长陶一鸣，一旁的那个瘦高民警孙少安总觉得有些面熟。陶所长，我叫孙少安，清江镇双水村的。我在东城市场的鱼铺开了不到半个月，一向守法经营，童叟无欺。今天那伙人凭空污蔑我们用鬼秤，还动手砸店。我伙计陈庆峰是被逼自卫才还的手，他们这是蓄意栽赃陷害。清江镇的孙少安，是的，您是？我是你同学田润叶爸爸田福堂。原来是田叔，我说总感觉您看着有些面熟。田叔，我们店里的人都是无辜的，是他们那帮混混太可恶了。小孙，你不要急，我们已经初步调查了，你们店铺的秤没有问题，对方寻衅滋事的事实基本清楚。但是你那个伙计陈庆峰下手确实重了点，出手就打趴了4个，有1个还在医院躺着。小孙，我们理解你们是受害方，但现在是对方有人受伤，且构上了标准。刘老九等会儿就会来，你们要是协商不好，人家坚持要告你，陈庆峰说不定得去劳改所蹲一段时间。小孙，你别太担心，这个刘老九他要是敢来闹事，我就顺便把他给带走。他这些年手脚不干净，我们刑侦队也一直在搜集证据。今天他派人公然在市场敲诈勒索，引发斗殴，正好撞枪口上。我已经请示了局里，这个案子并案侦查。老陶，我的意见是，陈庆峰的行为属于制止不法侵害，有明显防卫性质。在伤情鉴定最终出来前，我们可以考虑给他办理取保候审，毕竟他不是蓄意伤人，社会危险性小。你看呢？既然刑侦这边有整体部署，而且行为性质确实有防卫情节，程序上可以走，只是刘老九那边。所长，刘富贵来了，来得正好。
少安，你跟我一起过去，记住，你是去谈民事赔偿调解的，态度可以坚决，但话要讲理，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刘富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脸上带着混不吝的笑。陶所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我那帮兄弟都被打进医院了，这下手也太黑了，必须让他们赔钱，再把他们关进去。刘富贵，这里是派出所，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调查得很清楚，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刘老九，安县还没轮到你说黑道白，今天叫你来是给你机会说清楚，你的人为什么去市场寻衅滋事，砸人店铺？哟，田队长对吧？瞧您说的啥话，哪能是寻衅呢？是下面小孩不懂事，可能有点误会，但再大的误会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误会，带着人找茬砸店，这是误会。我告诉你，砸坏的东西你得赔。至于打架，双方都有责任，但你的人先动手，性质更恶劣。既然田队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告了，但他们得赔钱，毕竟我这还有2个人住在医院呢，这医药费、误工费总不能让我自己掏吧？赔钱，你的人先是找茬，后又砸人家店，也是你的人先跟人动手的，人家正当防卫，你还想要人家赔钱？那我可不管，我们可是有几个人受了伤的。九哥是吧？那是道上的人给面子，看你应该是个识相的，我就跟你明说了，是有人眼红你的生意，请我出手的。至于赔偿，多了我不要，你给个300-500块钱，这事我就算过去了。而且我保证，以后都没人敢去你铺子里闹事。刘富贵仗着身后有谭百川的关系，又看准孙少安是外地来的年轻人，试图软硬兼施，在警察面前就想敲定赔偿。刘富贵，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人动手在先，这是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现在你若肯两清，那我也不追究了。如果你想碰一下子，那么我在店里随时奉陪。现在我当着陶所长和宋队长的面，我在这里交个底，但凡是你再派人来闹事，后果肯定不会是皮外伤这么简单。年轻人口气不小啊，县城的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既然你不愿意赔，那就是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那咱们往后看。陶所长，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福堂，刚才他那么嚣张，怎么不直接扣下？寻衅滋事，证据确凿，时候还不到，打掉一个刘老九容易，但他背后那条线还没露头。今天他要是真闹起来，当场拿了也行，但他忍了，说明背后有人提点他了，放他回去，尾巴才会露出来。时候到了，一锅端。老陶，先按程序把孙少安的人放了吧。一晃几天过去了，孙少安的鱼铺生意冷清了很多，原本下午就能卖完的鱼，一直到了晚上还剩了很多。一些熟客也似乎有意避开。陈庆峰被取保候审回来，人也沉默了不少。老板你好啊，我是第一食堂的主任沈开军，小兄弟认识袁县长吧？什么袁县长？我什么时候认识这样牛的人物了？沈主任，您说笑了，我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哪能认识那样的大人物？不认识，那就怪了。沈主任，你是要买鱼还是？是想买鱼。袁县长前几天特意跟我们交代，说我们食堂采购的鱼肉质松散，土腥味重，还不如他在东城市场一家铺子买的死鱼鲜嫩。这话把我脸打的。我们一打听，整个市场就你家专卖清水和野生鱼。死鱼？少安，是不是那天你没收钱白送鱼的那位大叔？对哟。沈主任，我想起来了，是有位叔叔来买过鱼，当时活鱼卖完了，我就把刚翻肚的鱼收拾干净送他了。我真不知道那是袁县长，这真是不知道就对了。袁县长经常私下体验民情。沈主任，那你想要什么鱼？我送几条给你尝尝鲜，就当是交您个朋友。哎，怎么能让你白送呢？小老板，今天这些鱼你就别卖了，都给我送到县食堂去。另外，以后每隔1个星期你都给我送一回，价格按市场价，现款结算。沈主任，承蒙您和袁县长看得起，每次送的鱼我们绝对保证质量。庆丰装鱼送货。很快，几筐鲜鱼被装上3轮车，送往县政府食堂。沈开军当场按市价结清了货款，握着这笔意想不到的大单款项目，孙少安信心满满的回了东城市场。回了市场后，孙少安便从鱼铺调了2个伙计负责卤味铺，又买了2个猪头、几副大骨头跟卤料，便开始熬起了高汤。一股复合而霸道的香气开始蒸腾，很快便钻出铺子，引得市场里的人纷纷围观。少安，你这炖了个啥？我闻着都饿了。这叫老汤，是卤味的灵魂，明天卤制熟食用的，一会咱们卤点试试，晚上给大伙儿加个餐。小伙子，你们这是用来卤制熟食的吗？啥时候卖？明天10点可以做出来，要是大家喜欢的话，明天可以来免费试吃，开张头3天一律8折，欢迎大家来尝个新鲜。在这长期缺乏油水的年头，这浓郁的肉香和免费试吃的消息就像长了腿，火速在市场里传递。第2天一早，肉联厂就将猪头猪下水送了过来。孙少安将东西清理干净，便将卤货放进了卤水中。卤制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每个部位的卤制时间都有所不同。从6点开始，小火慢卤到8点，才卤制出来2锅卤味熟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猪蹄子1块5一斤，卤肥肠1块2，卤猪头肉8毛，卤大骨头9毛。各位叔伯兄弟、婶婶阿姨、姐姐妹妹们看过来啊！今天孙记卤肉铺开业，免费试吃，好吃再买。而且今天所有卤味全部按8折优惠价格。随着卤味出锅，浓郁的香味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试吃后更是赞不绝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前2批卤制的熟食不到1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后面来的顾客只能等着第2锅出炉。第一天就卖了400多，而成本还不到100块，这生意成啊！但想赚更多，光靠这一个小灶台可不行，根本不够卖。看来还是得单独租个房子，专门用来卤制食材才行。下午，孙少安就来到市场管理处找赵科学。小孙兄弟，今天你那卤肉摊可出大风头了，半个市场都闻着香味。生意是还行，就是地方太小，转不开身，锅灶也不够。我想在附近租间民房或者仓库，专门用来加工卤货。赵哥，您人面广，有没有门路？这你得问纪委。纪委，你家不就在这附近吗？有熟人能租到房子没有？孙老弟，你要租多大的房子？怎么也得几10个平方吧？要是有大点的地方也行，关键要干净，有水有电。真要能帮我租到合适的地方，小弟到时候请大伙吃饭。老弟，这回忙不忙？不忙的话，我现在领你去看看。我二叔就在东城社区居委会，找他准没错。这片房子他门清。那太好了，现在就有空，麻烦周哥带路。孙少安跟着周纪委来到了居委会。二叔，纪委，你咋来了？这小伙子谁呀？二叔，这是孙少安，在市场里做鱼铺和卤肉生意的。他可是刘主任的亲戚，他生意做得红火，现在想租个大点的地方搞加工，我就直接带他来找你了。小伙子，租院子眼下还真没有特别合适的。不过我们居委会有个废弃学校，院子很宽敞，就是旧了点儿，你看要不要去看看？周昌盛带着2人来到了废弃学校，成排的教室，门窗多有破损，但框架结实，而且宽敞，还有水井。这地方简直是为我准备的，不光能做卤味加工，以后收上来的药材、山货都有地方囤了。如果能把这里租下来，就可以储存大量的货后直接卖到南边了。小孙，这地界敞亮吧？周叔，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太大了，我一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这么大场面，浪费了怪可惜的。大点好啊，小了转不开身。你看看这院子，晾晒、堆料、停车随你折腾。这排教室改车间当仓库，随你安排。理是这么个理，周叔您给交个实底，这地方租金得多少？要是我能扛得住，肯定想做。这样吧，也不是外人，我就给你透个底。按照这个面积来算的话，1个月少说也得1500。哎，周叔算了吧，1500我可租不起，这个价格太贵了，把我卖了也租不起啊。您还是带我去那些破烂些、小一点的地方看看吧，能凑合用就行。好家伙，真敢开口！一个废校舍想按工厂价租1500，这是拿我当冤大头呢。小孙，你先听我说完嘛。1500那是给别人的价格，你又不是外人，刘主任的关系又是纪委带来的。这么着，我给你个实在价，1200，这已经破例了。周叔，谢谢您照顾，可1200对我这小摊子来说还是贵了。您人面广，这地方还是留着租给那些办厂子的能人吧。周昌盛咬了咬牙，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小孙，我看你是个真心做实事的，这样我豁出这张老脸，再给你降200，1000块1个月，这真是地板价了。再低，居委会都没法跟街道交代。孙少安面露感激，但语气依旧沉重。周叔，我看得出来您是很有诚意，不过这1个月1000块钱，我还是有些吃不消。你要还有别的地方，我再跟你去看看，破旧点也没问题，我可以自己修。周昌盛也不好再说什么，又带着孙少安去看了几户带院子的房子，只是一处比一处破败。小孙，你看这房子确实有些破旧了，这家人搬去了省城，大抵是不会回来了。现在房子都是托我们看着，瓦都缺了不少，真要租下来，一旦下雨就跟水帘洞似的，那不得出问题啊。周叔，这房子卖不卖？卖，当然卖，只是这破房子你买来有什么用？若是修葺也得一大笔钱。不瞒您说，我底下还有几个弟弟妹妹，眼看快到读书的年纪了，咱双水村的教育终究比不上县城。我想着，要是在城里有处落脚的地方，哪怕破点，把他们接来上学，也算有个盼头。所以这房子要是能买，比租更合我心意。原来是为这个。这房子租的话，1个月20块钱，你要是买的话，还得发电报跟原来房主商量才行。不过我估计也就是1000把块钱的样子。周叔，那劳烦您一定帮我联系一下，回头有消息了让纪委大哥跟我说就行。事成之后，我肯定不会忘了您这份人情。行，这是我明天一早就帮你去问。不过小孙，那边的旧学校真是个好地方，你如果长期租，租金其实还能商量，咱们可以像市场那样按季度给，或者按月交也行。周叔，您给我交个底，最低多少能租？只要价格合适，我肯定长租，也省得你以后再为这空院子操心。我也就不多说了，700一个月，这是我能做主的最低价格了，再低我就不好交代了。周叔，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我先跟你签2年的合同，不过租金只能按季度给，您看行吗？成，我就说你小子是个有眼光的，这个学校租了，那这房子还买吗？买，
当然买，弟妹要读书，肯定要买的。随后，孙少安跟周昌盛签了合同，顺便交了1季度的租金。周昌盛则多给了半个月，算是筹备期，让孙少安安心收拾场地。卤味铺子第2天的生意比第1天更加火爆，这归功于昨天买过卤肉的顾客给孙少安的铺子打了个活广告。孙少安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心里盘算着扩大生产的事。场地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手和更高效的销售网络。庆丰，我今天得回一趟双水村，找几个靠得住的帮手，顺便把加工新场地的事定下来。铺子今天就辛苦你们了。行，这有我呢，放心就行。孙少安匆匆走出市场，准备去车站，没想到遇到了熟人。少安，出门啊？去哪啊？我送你，比等班车快。老弟，你那卤味铺子才开2天，那生意咋就这么好？我昨天收摊晚，瞧见你那排队阵仗了，香飘半条街，想不火都难。铁刚哥给我讲了，也就是祖传的秘方，做出来的东西好吃，大家尝个新鲜。这可不是尝新鲜，我看是吃上瘾了。你这1天下来能挣不少钱吧？还行吧，1天挣个100-200。事实上，孙少安第1天就挣了300多块钱，虽说比起卖鱼还比不了，但是相对于很多买卖都是算不错的了。100-200块，你这要是干上1年，不得挣出几个万元户？铁刚哥说笑了，你干这个不早就是万元户了吗？哎，老弟，不瞒你说，我这蹬3轮看着自由，挣的是辛苦钱，风吹日晒不说，家里5张嘴等着，月底能剩下3瓜2枣就不错了。少安，你那买卖，老哥能不能跟着你一起干？我不要工钱，就帮你往外卖，我挣个差价就成。我人熟地熟，能跑的地方多。铁刚哥，你真想好了，这可不是随口一说的事。真想干，你要觉得老哥还行，就给条路；要是你要觉得行不通，就当老哥在胡说好了，不碍事的。让老哥你干也不是不行，不过亲兄弟明算账，我这里可不是免费午餐，我有3个条件，你要是能答应，那你就能跟着我干。老弟，你说除了卖老婆孩子，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铁刚哥，没那么严重。第一，你得掏1000块钱当品牌保证金，2年后你不干了，原数退你。第二，你得打我孙记卤味的招牌，用料、配方、价格都得按我的统一来，保证味道。第三，咱们得签个合同，我给你划定一片区域独家经营，你只能卖我的货，不能掺别人的。你要是能接受，咱们再细谈。接受，我都接受，规矩我懂，1000块我凑凑，明天就能拿来。我条件这么苛刻，你就不怕我骗你啊？不怕，干买卖本来就有风险，不过老哥信得过你。你放心，这钱不会让你白交，等我从村里回来，咱们签合同，详细教你。时间不早了，我得去车站了。上车，我送你。在孙少安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身后却出现2个人将他给架住。小子，别动，跟我走。孙少安浑身一僵，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没有剧烈挣扎，眼角的余光急速扫视周围。不远处，邓铁刚停在那里等客。邓铁刚其实正盘算着凑钱，并且感激孙少安带他加盟，下意识就往孙少安那边看去。不对呀，少安不是说急着坐车回家吗？那俩人是……邓铁刚跟上去一瞧，少安腰间那点冰冷的反光，绝对是刀。不好，少安被人给绑了。邓铁刚悄悄跟在他们身后，看到几人东拐西拐的进了一个仓库。不能硬闯，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俩带刀的，得赶紧回去找少安铺子里那个叫陈庆丰的兄弟，然后报警。小子，滋味怎么样？在安县这1亩3分地，还没人敢像你那天那样跟我说话。刘老九，你今天要不弄死我，让我喘过这口气，我保证你会后悔生下来。嘴是真硬，我要你命干嘛？我兄弟的医药费，我丢的面子，还有耽误我做生意的损失，总得有个说法。说说，你觉得你喘的这口气值多少钱？一个小目标，你接得住吗？真能吹，阎王殿那边都不敢印这么大的面额。圣国，去他铺子找那个姓陈的，告诉他孙老板在我这儿喝茶，让他带着诚意来请人回去。树木嘛，先照着这个树要。圣国点点头，刚转身拉开沉重的仓库门。刘老九，我爱你祖宗，敢给我兄弟下黑手！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警察全部住手，放下武器。当田福堂看清楚屋内状况的时候，也大吃一惊。田队长，救救我！他们聚众斗殴！聚众斗殴，刘老九，我看是你非法拘禁、绑架勒索吧？人证物证俱在，你摊上大事了。把这帮人全部铐起来，受伤的先送医院，派人看紧。田叔，刘老九不该判刑吗？放心，他持械绑架、勒索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等着看吧。公审大会少不了他，法律会给所有受害人一个交代。铁刚大哥，今天你救了我一命，多亏你心细仗义，否则我这条命恐怕就交代在这儿了。这份情，我孙少安记一辈子。
少安，快别这么说，我就是跑了个腿，报了个信，是庆丰兄弟他们够勇猛，是警察来得及时。铁刚大哥，今晚回去跟嫂子商量一下，明天来我店里谈加盟的事情，下午说的拿1000块钱的加盟费就免了。少安，这让我说啥好？我明天一准来。还有兄弟们，今天都为我拼命了。我孙少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随后，孙少安被陈庆丰搀扶着回了东城市场。第二天一早，邓铁刚就带着媳妇过来了。邓铁刚媳妇看到排得长长的队伍，眼睛都看直了。当家的，就这生意，别说还不要加盟费，就算让咱砸锅卖铁交2000也值啊！跟邓铁刚商量完加盟的事宜后，孙少安再次出发，坐车回了家。第一站就是陈大明家。大明叔，再帮我招10个人吧，要能吃苦耐劳、干活利索的。明天上午10点在我家集合。刘太和带着人送鱼来时，一眼就瞧见了孙少安脸上未消的淤青。少安哥，你这脸是咋回事？一时大意，让人给照顾了几下。谁干的？兄弟，知道是什么人不？告诉我，下午我就带弟兄们过去，感动我刘太和的兄弟，我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城关镇有个叫九哥的刘老九，听说跟你还是本家呢。刘老九，呸！谁跟他是家门？他动了你，别说是我家门，就算跟我是血亲，这口气哥也肯定帮你出。孙少安看得分明，刘太和虽然说的大气，但是脸上还是露出几分忌惮。刘老九在县城的恶名显然不是虚的。太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刘老九手下有40-50号人，你们现在去不是硬碰硬，是往火坑里跳，这仇不用你报了。兄弟，你别小看哥，以前我确实会怕他，但现在跟着你干，兄弟们有奔头，人也聚了30-40号，真要拼，未必就怕了他。真不用了，这仇我已经报了。报了，县城能跟刘老九拼的，除了城西段黑牛之外，也就罗瘸子了。难道你请了他们两方势力给你帮忙？都不是，有庆丰在，他们伤不到我。况且还有公安局呢。刘老九因为绑架勒索已经被公安局抓了，等着他的是法律的严惩。抓了，那就好，那就好。太哥，这段时间县里风声紧，你让手下的兄弟们都收敛点，好好抓鱼挣钱。那些打打杀杀的路，走到头就是死胡同，不能干。少安，你放心，兄弟们现在有正经营生干，有钱赚，谁还乐意去瞎混？那就好。太哥，咱们该结账了，这里3784块钱，你点一点。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看到孙少安拿出来的几扎钱，刘太和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这才是最踏实、最有尊严的活法。不用点，少安你的人品我信得过。下午，陈大明帮忙招来的10位乡亲，已在租下来的旧学校安顿下来。各位叔伯兄弟，感谢大家信得过我孙少安，从村里出来跟我干。咱们这活儿说累也累，要早起，要处理食材，要守着锅灶。但说简单也简单，就8个字：干净、勤快、守时、用心。咱们做出的东西是要卖到县城老百姓嘴里的，质量就是咱们的命根子。工钱1天1块2，管一顿扎实午饭，月底结算，绝不拖欠。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就给众人安排工作。金龙，你看，光靠咱俩撑死供2家店，现在有了10个人，是时候把孙记卤味的招牌插到县城更多地方去了。半个月时间，废弃学校焕然一新，门口挂上了孙记卤味加工厂的木牌。人员齐整，流程熟练，一个微型企业的雏形已然具备。各位叔伯兄弟，今天是咱们鱼铺开业满月，也是卤味厂正式挂牌的好日子。最重要的是，今天是给大家发工资的日子，咱们按劳分配，干得多、干得好的，除了基本工资，还有奖金。喊到名字的上来领工资。陈小娟、刘长顺，你们是老师傅，带新人辛苦，基本工资35一个月，加上奖金20元，实发55元。刘文婷和张雪红，你们在铺子销售顶了大半边天，服务好。账目清，基本工资30块钱，加上奖金20元，实发50元。一个个名字念出，在座的人都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工资。工资开完了，现在再跟大家说个事，就是我打算再开3家卤味铺，除了81市场邓铁刚那家之外，其他的都打算咱自己来开。现在店里打算招10个女工，负责清洗、分装；10个男工负责搬运、送货。如果大家家里有合适的人，可以跟我说，优先咱们双水村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我再在县城招。卤料厂迈入正轨后，孙少安骑着邓铁刚的3轮就开始找新铺子。可连看了几条街，店铺都满满当当，几乎没有空置的门面。直到他骑到县供销社附近，才瞧见一个关着门的空铺面。小师傅，快去大堂街。大姐，你误会了，我这车不是。小师傅，帮个忙，家里还有小孩等着吃饭呢，麻烦你快一点。大姐，我不是专门拉活的，这车是从我兄弟那里借来的，而且我也不认识大堂街啊。难怪呢，这车子里一股卤菜味的。这样吧，我给你指路好不好？平时都是1块5的车费，我多给你2毛，成不就当帮大姐一个忙了。行吧，大姐，真是看你赶集，否则我还真不会去送。您坐稳了，指好路。于桂香连连道谢，指挥着孙少安在县城里左扭右拐的穿梭着。10多分钟后，就到了女人说的大堂路。小兄弟，你再给我帮个忙，我给你4块钱，你在这等我10分钟，我下午单位还有会，这边不好等车。
大姐，孙少安刚想说自己还赶时间，只是那大姐已经跑没了影。10几分钟后，女人出来了，看到孙少安还在，这才放下心来。回供销社的路，孙少安记住了，一路上也没用女人指路。大姐，这钱退给你，我真不是专门跑3轮的。那怎么行？白让你等了这么久。大姐，我看你像是在供销社上班的，我想在附近开个卤味熟食铺子，你知道该找谁问铺子吗？哎呦，小伙子，那你可问对人了，这边的铺子都属于县供销社的。走吧，我带你去找龚主任。龚主任，这是我亲戚家的老弟孙少安，人特别实在，想做点正经买卖，想问问咱们供销社外面的铺子有没有打算对外承包。桂香的亲戚啊，那就是自己人，说说看，想要哪个空铺？就侧着过去的第2家空铺子，那里原来好像是个小书店。那个铺子位置倒是不错，就是租金不便宜。大概多少钱一个月？你也知道那个地段，按面积算，一个月500。500，龚主任，不瞒您说，我小本经营，这个家压力有点大。如果我诚心长租，合同签久一点，您看社里能不能在租金上适当给点优惠？长租嘛，倒也不是不能考虑，稳定租户我们也省心。这样吧，桂香也说了，你是实在人，那个铺面原来的底价是350，给你呢，肯定不能是这个数，不然别人有意见。但你既然想做长久生意，400一个月，签3年合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优惠条件了，你看怎么样？太感谢您了，龚主任，这条件非常照顾我。我一定好好干，不给社里和您丢脸。小孙，不用谢我，按规章制度办事，东西你拿回去。年轻人创业不容易，把生意做好了，就是对社里、对街坊最好的回报。龚主任，您的心意我领了，但规矩我懂，这是我一点谢意，您务必收下，不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你呀，下不为例。桂香，带他去办手续吧。办完租赁手续出来，孙少安在供销社买了2斤奶糖，塞给了于桂香。姐，今天真多亏您了，没您引路，这是不可能这么顺。这点糖给孩子甜甜嘴，千万别推辞。你看你太客气了，我也没帮啥大忙。龚主任全看你的面子，没你也优惠不了那么多。回头等我卤味店开起来了，姐你来买东西，永远给您成本价。从供销社回来，孙少安立刻召集了厂里的骨干。各位兄弟叔伯，跟大家说个好事，咱们孙记卤味在供销社旁边又谈下来一个新铺面。铺子有了，就得有人去管，光靠我何劲峰两头跑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想从咱们自己人里挑一个去当新店的店长。店长？什么是店长？不光陈庆峰有这个疑问，底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店长就是那家店的当家人，要管的事儿不少，每天从厂里接多少货，店里怎么卖，账目怎么记，伙计怎么安排，出了问题也得第一个顶上去解决。说白了，就是替我把那家店给扛起来。孙少安心里清楚，生意要做大，光靠一个人累死也不行，必须把担子分出去，让能干的人独当一面。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少安，这活我想试试。我在咱厂里干了这些日子，流程都熟了。我保证，去了新店，一定像看自己家买卖一样上心，绝不给孙记这块牌子抹黑。陈树桐是陈大明的侄子，30岁，是个踏实肯干的人。好，树桐大哥做事扎实，大家有目共睹。新店的店长就是你了。当着大伙的面，我再立个规矩，以后凡是出去独当一面的店长，只要把店管好了，年底除了工资奖金，还能拿到店里1成的纯利分红。树桐哥，你要是干满1年，店里赚1万，你就分1000，我说到做到。1成纯利，少安，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假的？1成纯利可不少。我孙少安说话算数，1年之后大家可以看，如果我说到没有做到，大家拿着棍子把我这厂砸了都可以。当然，这钱不是白拿的，店长责任重，操心多，以后肯干能干的人1个月拿200-300不是梦，混日子的可能就只有几十块基本工资。路大家自己选。这番话在每个人心里激起了波澜，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励和竞争意识在这些朴实的劳动者心中萌芽。这段时间，孙少安又找到了2个合适的门店，现在也开始装修。就在他忙得脚不沾地时，表兄弟罗金龙找到了他。少安，我爸给我捎来消息，说家里收的药材都快堆满屋了，问你啥时候能运走，不然怕受潮生虫。哎呀，最近光忙卤味店了，把这事差点忘了。金龙，厂里你先盯着，我这就回村一趟。孙少安风尘仆仆赶回家，却没先去看药材，而是直奔父母处。少安，你咋又跑回来了？县里买卖不忙吗？回来办点事，然后再招点人。咋回事？10几个人还不够你使？你小子到底在县城干什么呢？不够，我最近准备加3个店，需要不少人手干活呢。妈，这是1万块钱，你收好，锁柜子里。回头刘太和他们过来送鱼结账，家里也好周转。大哥，你咋赚了那么多钱？这都是大哥开店赚的钱，以后有大哥在，你们就好好上学，争取将来端上铁饭碗。少安，这县城的生意真的就那么好做？你能挣那么多钱？爸，我晓得你在担心什么，您放心，这钱来得干干净净。行，秀莲，把钱锁柜里去。对了，你二舅那边的中草药前2天又在问我，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清一趟货。现在周围村知道你二舅家收中草药，都往你二舅那边送。我晓得，这次回来就是打算处理这事情的。我在县城有仓库，这些东西我先找车子送到仓库去才行，那边我可以囤起来，地方大，不容易受潮。你那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家里这些钱你拿些去周转。哦，我这里还有2000块钱，明天放在二舅那里做周转。第2天一早，
孙少安便来到罗定山家。少安，你终于来了，压了这么多药材，都快急死我了。这些药材今天能运走吗？二舅放心，车子我已经找好了，估计8点半就能到这里。姐，你再叫几个人来帮忙吧，咱们争取一上午装完车，这样能赶在中午前到县城。很快，孙少安找着拖拉机便来了。罗定山跟几个帮手将药材打包装上了车。孙少安并没有将药材拉去收购站，反而坐着拖拉机回了孙记卤味厂。药材站收购药材的价格都有季节性，季节不同，价格也会有波动。我先把药材存起来，避开低价期，等时机合适，不光卖到县里，要是有机会到了市里甚至省城，这利润空间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到卤味厂的孙少安就让员工将药材放到仓库保存，然后就召集员工开会，将正在准备开业的3个店铺进行人手分配和调整。会议结束，孙少安叫住了陈庆丰，这些钱你拿着，是鱼铺这个月的1成红利。少安，你小子还真给我分红啊！肉我吃了，这汤自然得给你留1碗。咱们兄弟一场，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寒心。另外，现在鱼铺进入淡季了，得想想新路子。你跟我去一趟1城考察市场。孙少安跟陈庆丰说了很多，但是他都没有听进去，他只记得孙少安说的一句话：庆丰，安县太小，世界很大，属于我们的舞台不应该只是安县这个小县城。几天后，孙少安带着陈庆丰坐上了开往1城的火车，没想到正好遇上了一个清江镇的老乡。当得知孙少安是去1城租房子做买卖，当即热情的帮忙。我在1城跑了几年运输，大街小巷熟得很。小孙兄弟，你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李哥，这位置真没得说，人流量也够，就是不知道租金怎么样。房东赵大爷人实在，挂牌400一个月，这可是2层，你要是诚心长租，价格肯定还能商量。能进去看看不？当然能了，我去喊房东。小孙兄弟，这是房东赵大爷。赵大爷，你帮忙开个门看看，我小老乡想租铺子，您这个要合适就租下来了。好的，你们进去看吧。房门打开，1楼比较宽敞，大概60-70个平方，2楼也有40-50个平方，可以住人也可以当仓库。孙少安越看越满意。赵大爷，这铺子我们很中意，如果您愿意长租给我们，1年1付，最低什么价？原来租500一个月，现在空着也是空着。你要是能1年1付，4500，不能再低了。成，赵大爷，就按您说的价，4500一年，咱们签合同吧。从看房到签合同不到1个小时，孙少安干脆利落的让一旁摩拳擦掌，准备了好一番说辞要砍价的陈庆丰彻底傻了眼。孙兄弟，你这租门面也太快了吧，不考虑几天？李哥，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考虑，看准了位置，只要合适就可以拿下来。李哥，还得辛苦你。像这样的地段，1城还有没有？我想多拿几家。李旭成哪里知道，现在孙少安手下有6家店铺，因为是独家，简直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接下来的2天，孙少安跟着李旭成跑遍了1城，成功的拿下了10家店铺做连锁店，确保卤肉店能覆盖了整个1城。店铺迅速进入装修阶段，同时在本地招工，将1城这一大摊子交给陈庆丰后，孙少安便返回了清水镇，因为田润叶要开学了。少安，你咋这时候回来了？县里不忙了？知道你快开学，再忙也得回来送送你。润叶，我有话跟你说。啥话呀？神神秘秘的。润叶，我心里有你，打小就有，以前不敢说，是觉得配不上。现在，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你说什么胡话？你再乱说，我不理你了。润叶，我没乱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是我爸不会同意的，他只想让我上大学，然后在城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大学是好事，我100个支持，可是跟咱俩好不冲突。润叶，你信我，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不比任何捧着铁饭碗的人差。你爹那儿，我去说。田婶、福堂说，我是真心喜欢润叶的，希望你们能同意我们在一起。少安，叔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本事的后生，你能把生意做到县城，甚至想去省城，叔佩服。但是润叶跟了你，就算你将来成了万元户、10万元户，在别人眼里，他终究是个庄稼汉的家属。他是大学生，将来是要进国家单位端公家饭碗的，这名声、这路数是不一样的。你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福堂说，我敬您是长辈，但路是人走出来的，名头也是人挣出来的。我不敢说将来一定能有多大场面，但我能保证，绝不会让润叶跟着我受委屈。我跟润叶好，不但不会耽误他求学上进，而且我会更努力、更上进。他上了大学，眼界也更宽，说不定以后还能帮我把生意做得更正道、更好。请书信我一次。田福堂欲言又止，他发现这个曾经憨实的庄稼汉身上有了一种他无法轻视的自信与沉稳。好，我给你机会证明自己。等润叶上完大学回来，如果那时候你们的心思都没变，你的事业也站得稳、走得正，我就同意。谢谢叔，我记下了。这4年，我一定会努力证明自己。少安，你一定要等我。放心，我马上就能跟你一起去省里了。等我这边安排好，我就去省里发展。到时候咱们还是能经常见面。那太好了，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少安，咱们的日子真的会越来越好吗？会的，一切才刚刚开始。